二叔，我只是想借1两银子给奶奶找个郎中，怎地就谈到了婚事？你爹临走前将你托付给我，我自然要照顾你的一切。何麦啊，你可要想好，单凭你身上的负债，想要嫁人难如登天呀。线下有人不计较这些，愿意娶你，那不就是和你一起还债？你应当高兴才是啊。我嫁便是。7天后，男方的聘礼已经送来，而成亲的日子定在了下月初10。从林家院子出来，林和麦一路上掂着口袋里的8两8银子，盘算着可以买些砖瓦石料，将他和老太太住的小茅屋简单修整一番。奶奶，我回来啦！嘿，何麦回来啦！哎呦，去哪儿啦？饿了吧？奶奶猜到你快回来，锅里都烧好了水，就等你回来下面条了。是奶连累你了，奶不中用，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了一场病。奶，你还没见过六郎吧？我曾经老远见过一次，生得高高大大，身子骨很壮实呢，是个能出力气的好手。先前这门亲事我没想通，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想开了，嫁给杨六郎没什么不好。他孤家寡人一个，咱们往后一起过日子呗。这个丫头，遗失了帕子都没发现呢。这么漂亮的一块帕子，若是发现弄丢了，会不会哭鼻子？还还是不还呢？谁呀？杨六郎。六郎来啦，屋坐吧。林奶奶，我就不进去了啊，我是来送东西的，放在门外了。奶奶，是一篮子鸡蛋，晚上咱们吃鸡蛋吧。准备将鸡蛋在灶台边上摆置好，却不想刚拿出3个鸡蛋，篮子底下垫着的一个浅绿色的东西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是一条帕子，是林和麦自己的帕子。那条帕子是林和麦随时随地都带在身上的，他是在哪儿捡到的这条帕子？站在小溪旁，和麦提着木桶的把手，将木桶慢慢地进到了水底下去。这样，小溪中最清澈干净的溪水便涌进了水桶。呀！失重的感觉绝望又无奈。和麦重重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想象之中的剧痛传来。一只有力的大手捞住了他的腰。是你？是我，你可好？我没事，还要多谢你呢。不必。你没去打猎吗？没有，今天有事。你……他咬咬唇，欲言又止。杨六郎抬眼瞧他，黑风的眉头挑了挑。没什么，就是……他想跟他道个谢，为方才他的出手相救，也为昨天将他帕子还给他的事情。杨六郎挑了下眉，结实的身体向后挪了一步，扶着和麦的肩膀，将他整个人轻松地抓起来，提到了身后安全的位置去。不走吗？林和麦慌忙点点头，跟上了杨六郎的脚步。那我等你。杨六郎略有深意的轻湛眸子瞥了眼林和麦。我走了。来去犹如一阵风，脚步匆匆又稳如磐石。林和麦圆睁着眼睛，只感觉满头雾水，而莫名之中又有一点被人调戏的羞恼。他方才说的是什么？他等他做什么？家里还有半斤地瓜，和麦洗净几只到案板上切成细丁，那茄子是前几日山草送来的。晌午切些五花肉炖了，便是喷香的一道下饭菜。饭在小炉子上蒸着，锅上做着五花肉炖茄子，飘着香气的院子里不时传来咕咕的鸡叫声。等饭熟的功夫，和麦从里屋拿出几个纸包，纸包里是一些种子，是老太太生病之前她去集市上买来的，有葱的种子、茄子、辣椒、菠菜的种子。他手上忙活得不停，脑袋里却想了很多事。
给这块地势弄好了，过些日子再买点地瓜种子种上。等老太太的身体再好一些，她就去远一点的山上或是河道，左右能抓些猎物。今早在溪边遇见杨六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让何麦深深记在了脑子里。这杨六郎怕不是个登徒子吧？装得老实巴交、正义凛然的，怎的能约姑娘夜半去他家里？他让晚上等他，到底是什么事情？奶，你饿了吧？咱吃饭。何麦，你吃吧，奶不得意这东西。奶，这就是给你买的嘛，你吃吧，要不下次我还得去给你买。何麦，你莫夹了，奶奶吃就是了。奶，好吃吗？好吃，咋不好吃？醒了？你什么？杨六郎向林和麦的嘴旁凑了凑。烧糊涂了，还学会骂人了？六郎，徐郎中说什么都不收真金，这银子一会儿你帮我送过去吧。真金我已经付过，老人家不必操心。呀，怎好让你破费？何麦既定是我的妻，我自然有责任照顾她。当林和麦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这还是六郎给你做的嘞。杨六郎？是呀，没想到六郎那孩子还会生火烧饭。哎呀，咱们小青村有几个男人肯进灶房给女人烧饭呀？六郎还特意去青芦村给你买了2包糕点，叫我等你醒了拿给你。林和麦凝视着油纸，心里的闷气似乎疏散了一些。奶奶，他啥时候走的？天黑了才走的，我俩一起吃的夜饭。这孩子手艺还真不错呢。第二天早上，何麦和老太太正在做晨饭的时候，便看院外来了一大堆人，打头的正是杨六郎。我们先将东西放这儿，一会儿调好了食料，到了晌午才能开工。嘿，好，好。我去挑水，你也去吧。姑娘见谅，那日我有事缠身，次日一早才回去家，害姑娘苦等一夜，着了凉，是六郎的不是。杨大哥，你怕是误会了吧？我是因为去溪里捉鱼才着了凉，并不是因为等你。人贵有自知之明，何麦劝你一句，往后做人做事还是不要太自信的好。姑娘说的没错，是六郎的错，六郎冒失了。哎，往后杨六郎有福了，弟妹这么勤快，长得又好看，真叫我们没媳妇的羡慕哟。何麦脸红了红，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继续倒水。快到了晌午的时候，杨六郎让他的这帮兄弟继续干活，他回家一趟。晌午这顿饭怕是还要麻烦你的，家里的东西你别莫动了，我回去拿些米肉。米肉也算不得什么的，何况家里还有。我平日不怎么在家，那些东西长久放着也该不新鲜了，我这就回去拿。一会儿你和奶奶只管做好了，让我们填饱肚子就是。杨六郎从家里拿了3、4斤的白米，还有一只风干的猪后腿，并一只剥了皮的兔子。呀，咋拿这么多？这够吃很久了。嘿，六郎这个鬼道的，怕是将家里的吃食都拿来了吧？你真的都拿来了？弟妹，他把吃食都拎到你家，是想往后都来你家蹭饭咧？你莫中了他的圈套才是。哎，你管人家夫妻做啥呀？下个月弟妹就嫁给六郎，人家可不就是2口子了。弟妹不给六郎做饭，难不成给你一个懒蛋做饭？他们性子随意惯了，你莫要往心里去。哎，六郎，你小子真是个好福气的，没想到弟妹烧菜这么好吃。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许多饭呢。别搭理他们，一群饿狼。日子过得很快，当秦氏纳完最后一双鞋底的时候，也到了何麦出嫁的日子。何麦出嫁的那天，身穿着火红喜服的她，美丽的如同天边的凤凰。杨六郎租了马匹和喜轿，迎亲的队伍热热闹闹的，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上了花轿，
在敲锣打鼓的声音中到了杨家。拜堂的时候，高堂坐席上坐着持重的李正，便算是男方家的长者了。举行完一系列繁琐的仪式，何麦被送进了新房里。等到了月上柳梢头的时候，屋外吵闹的声音才渐渐散了。何麦不知什么时候靠着墙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他刚刚听到轻轻的关门声和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应当是杨六郎回来了。一杆秤轻轻撩起了何麦的盖头，一双清湛而温厚的眸子出现在何麦的眼前。啊，哪里不舒服啊？那就是有心事了，不妨和我说说。杨林两家的婚书你应当看过吧？自然，当年约定的婚书寄放在我家中，上月我将这纸婚书交到了李正手中。那你可知婚书上写了些什么？想来应当是当初定下这门婚事时父母寄托的期望，愿儿女恩爱，无非如此。你知道我是林家的女儿，也知道我叫何曼，是否？自然。可我并非是婚书上与你约定婚事的那个女子。我虽是林家的女儿，但当初与你约定那门亲事的并不是我爹，而是我二叔。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林何麦替妹待嫁，以此解决家中的燃眉之急，这些已经传遍了小青村。我既然决定娶你，又怎会不知道这些真相？你忘了我曾与你说过的话，你嫁进我杨家，进了我杨家的门，便安心踏实的在此生活。无论你做过什么，我都会护你一世安宁。你既知道我是替妹待嫁，不情愿的，但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与你说这些知心话，自然代表不会强迫你做些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虽称不上什么正人君子，但绝不会强人所难。往后你只管放宽心在家里生活，在外若你愿意，你我可以是恩爱的夫妻，你若不愿，我便尽少和你一同出入。多谢你，以后旁的我做不了什么，但洗衣做饭这样的小事儿，我还是没问题的。这样说来，倒似是我认准了要给你领回家，给我洗衣做饭的。睡吧。木板上盖着薄被子的杨六郎背对着何麦，声音轻轻地传来。映入眼帘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院落，而是满眼的落花缤纷。今儿的风有些大，院落西边吹来的清风带着桃树浅粉的碎瓣，一直飘到院落的另一角落，与梨树浅黄色的花夹杂在一起，颜色暖人而好看。这些树是你特意栽种的吗？你喜欢便种了。可这么短的时间，你是去哪儿弄来的树？一定费了很大的事儿吧？还好，没什么。这些树是从林场里买来的，因现在正是花期，想要在这个时间段种活它们，并且让它们如期开花，的确费了很大一番功夫。这些花的花期短，我便在院角种上了槐树，不过还是小树。明年这个时候，等到这些花落了，槐树就会开了。你这样做，我都不知道如何报答你。谈什么报答？我只是想让你住得舒心些罢了。你若是因此忐忑不安，总想着回报，反倒让我失去了做这些事情的本意。他温厚的眸光落在何麦红扑扑的脸上。只要你开心，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便达到了。走吧，咱们吃早饭去。歇口气儿，喝点茶吧。好，这些日子忙得紧，菜地便没工夫开出来，想来这一两日便能背好垄了。到时候想吃些什么，咱们自己种，方便得很。本来想将菜放在院子里，可院子里四下栽上了树，不透风，这菜地怕是长不好，所以在这开出来。想来这一块地只要厮弄得好，这一年来咱们都不用买菜了吧？怕是不行，我这人吃得多，这一块菜地怕是只够你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何麦愣了一下，一想，可不，家里可是有个高大结实的男人呢。家里现在的银子不多，过几日我上山去打猎，猎下来的东西到集上换些银子，到时候我便去找李正买几亩地，将地种起来，这菜便够3人吃了。3人？不是还有奶奶吗？
他老人家平日的口粮，咱们做晚辈的自然要孝敬他。对，还有奶奶，难为你想的这般周全，照顾我家人，多谢你。可家道经历都很相似，在此生活能照顾的我便照顾了，何况我照顾奶奶不也是为了让自己多一个家人吗？你回来了？回来了。这鹿少说也有100-200斤。这不是鹿，鹿在山里没这么好抓，这是狍子，肉也很好吃。原来是狍子，你累坏了吧？快进屋歇歇去，咱们马上吃晚饭了。好。屋子里刚点了一盏小油灯，桌子上早已经准备好热水和热茶，还有擦汗用的湿帕子。隔着窗子，杨六郎望着在灶房里忙碌的身影，满足地漾起了唇角。他想，家里多了何麦真好。哎，别忙了，那些活儿一会儿我弄就行了，你快坐下。已经2天没见何麦，他心里也惦记得很。看到这张笑脸，他可不想看着他忙来忙去。先喝碗粥暖暖肚子，这粥里加了红薯和黄豆，对肠胃好得很。味道可还好？你煮的粥是一绝，自然好。你与我说只会去1天半便会回来，今日回来的这么晚，是不是在山上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是什么麻烦，而是撞上了好事。好事儿？我与你说好1天半便回来，自然要做到。今日早上便准备返程了，结果下山的时候看到一头受伤的野猪。这么说你还猎到了野猪？对，在山腰上，手头东西太多拿不回来，明日一早找些帮手便能拿回来了。好厉害，你只去了这么2天就抓到了这么多的猎物，太厉害了。没到晌午的时候，杨六郎一行3人从山腰上回来了。这野猪是六郎哥一个人猎的，真厉害！我还以为上山打猎就是打兔子野鸡，可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野猪。六郎哥真是厉害的，这野猪可远比什么豺狼虎豹厉害。不就是一头猪吗？咋还能比豺狼虎豹厉害？这野猪皮厚，不知疼，跑得还快，主要是又蠢又笨，就算受了伤也能乱窜，危险得很呐。山木这般说，何麦才知道野猪的可怕之处。哎，离远一些。弟妹，你还是听六郎的，后退些好。野猪可蠢得很，啥东西都吃，一会儿开膛破肚，若是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可莫吓到你。何麦这才知道杨六郎的用意，一言向后退了退，与山草与秦氏站在房屋底下瞧热闹。何麦，帮我烧些热水来。哎，这么大一头野猪，六郎哥可真厉害嘞。不过那野猪肚里会有什么东西？什么不干净的？不知道，怕是有屎尿之类的。我还真没见过杀猪呢。不知道就不知道吧。若是你们知道这野猪吃些什么，怕是一会儿吃不进野猪肉了。野猪食都好了，马二给灶房里送进来一大块。这么多肉，狍子肉已经吃不下了，还要吃野猪肉吗？才杀的猪肉不是新鲜吗？这样也能解馋不是？哎，弟妹这点和六郎真像啊，对啥东西都不客气，怪不得能成一家人嘞。杨六郎见到何麦害羞的这一幕，唇角也情不自禁地勾了起来。何麦，这可是借了六郎的光嘞，我可许久没有吃到这么多肉了。那一会儿多吃点，其实我也没吃过这么多肉了。要说咱们这些兄弟里啊，还是你大手笔嘞，这么多肉也就你舍得拿出来都炒了。今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都是何麦做的主。哦，那是弟妹做了这一桌子肉来款待我们，要好好谢谢弟妹才是。弟妹，来，我敬你一碗。今儿没准备桂花酒，这酒烈，你莫喝了。哎，都是自家人，喝多些又怕什么？你直接给抱屋里去不就得了？长辈还在这里，不说什么。我哪有那么多讲究，没事的，快让他们吃饭吧。来，吃块肉。今儿这一桌子菜辛苦你了。你上山打猎又扛猎物的才辛苦，我和奶奶山草一块做些饭菜又算什么？
远比不得你的劳累，你多吃些才对。你上山需要脚力，吃什么补什么。好，哎呀，你俩可行了吧？欺负我没媳妇嘛？你俩一会儿回屋腻歪行不行啊？何麦坐在牛车干净的前座上，垂在半空的双腿快乐地轻轻踢踏着，心情好的如飞起来了似的。看着四周飞速掠过的花草林木，忽地觉得他能来到秀山村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坐在他寸里远的六郎如何感受不到何麦的欢喜？他悄悄扭头扫了身后一眼，见到身后的少女神采张扬炫目，一张俏碧的脸上眉目恍若如画，毫无顾忌地眯着双眼，笑容灿烂。一股欢悦的情绪从杨六郎的心中升腾起来，胸腔因见到何麦的喜悦而感到微微的激荡。何麦觉得他识杨六郎是发现了一个人人知却无人发现的宝藏，而在杨六郎眼里，何麦如何不是一个天大的宝贝呢？这些我都没吃过，哪个好吃我也不知道呢。那咱们就都来一点，你看看你喜欢吃哪样，下次来了咱们再吃。杨六郎要了2屉包子，1碗豆腐脑，1碗豆浆，并2个现炸的果子和半屉烧麦，还有其他一些看着可口的小吃食。这么多，吃得了吗？你吃吧，吃不了还有我呢。好吃吗？吃饱了吗？好吃，都很好吃。倒是你，怎么吃的不多？我怕你吃不了了呢，没想到你的胃口也不小。等会儿我怕是要饿肚子了。哎呦，都怪我。那再要些早点吧。逗你的，看你吃的那么香，我早饱了。走，进去看看。怎么来这儿了？我素来不喜欢这些东西，还是别买了。不喜欢也看看。哎，我听大成说他媳妇儿最喜欢来这里了，就算不买，来瞧瞧心情也是好的。可能是他媳妇儿喜欢这些东西。那你看看喜欢哪个？却不想他这边还在目不暇接地看着，那边六郎已经沿着他的目光吩咐伙计包了2盒胭脂了呀。走吧。随后2人去了米粮店，称了2斗米2斗面。哎，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买的？没什么了，咱们回家吗？还没买完，去那边瞅瞅。方才结算胭脂的时候是用的六郎的钱，他隐约听胭脂铺老板说了个价钱，大概是600文。他暗暗想着口袋里那2个小盒子比方才买的这2斗米2斗面还要金贵，不禁咂舌，想着要将这2盒胭脂多用些时日，用完可不再买了。来这儿做什么？我们回去吧。哟，杨公子来了，这是内人，劳烦掌柜的给内人选一套衣裳。嗨，令夫人容貌秀雅清宁，若是再配一套漂亮的衣裳，怕是天上的仙女都比不过了。夫人想要什么样的衣裳？一套简单一点的就行。这套很好看。姑娘眼光真好，这是新进的窄袖琉璃纹，只剩最后这件。哟，这尺码正适合姑娘呢。这套怎么卖？旁人我都卖2两银子，不过杨公子嘛，熟客，1两5钱好了。他当时便头一扭要走了，这时却忽地看到身旁位于店铺中央的一件喜服，煞是眼熟。这就是杨公子买下的那套喜服，想来夫人穿在身上一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大美人啊。这身喜服多少银子？这价没变，还是6两6钱银子。6两6钱？何麦咬着唇，心里的情绪竟不知是纠结还是心疼还是喜悦。看中哪套了？姑娘喜欢这套窄袖流纹裙。杨六郎包了衣裳，拉着魂不守舍的他出了成衣店。再去买些糕点，咱们便回去了。你上昼忙忙碌碌，这会儿都晌午了，饿不饿？渴不渴？六郎，以后别再买这些东西了。你不喜欢？我觉得这套衣裳很适合你，才……不是，是我配不上这身衣裳。何麦，
若是你觉得我花银子大手大脚，下次我们精细些便是。我第一次带你来镇上集市，自然要买些东西给你。不是，我就是觉得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怎么了？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你媳妇儿了？真对不住，这话我不应该说第二遍的，可我真不想让一辈子的婚姻大事交到我二叔他们的手里，就好像我没有任何价值似的。长久的沉默，何麦甚至不敢抬起头看杨六郎一眼，他心虚得很。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走吧。何麦坐在牛车上，脚边是米粮袋子和采买来的货品。这会儿他垂头丧气的，没精力也没心情细数今儿都买了些什么。杨六郎坐在前面赶牛车，也不再跟他拉话。耳旁除了呼啸而过的清风，便是牛蹄子哒哒哒极有节奏的声音。牛车一路回到小青村里，两人也没再交谈一句。此时已经是日央前后了，何麦跳下了牛车，先进了院子，而杨六郎卸下了车里的东西后，去给徐江还牛车。都说阳春日子种菜忙，现下何麦手中有了种子，将家中活计做完，更是在那块地里忙得抬不起头来。杨六郎买来的种子还真不少，似是特意照何麦的喜好来，买了茄子、莴苣、柿子、黄瓜和蚕豆，还有辣椒的种子。在播种子之前，何麦拿了水盆往地里洒了些水，这些种子便安静地躺在了土里，最后还要在上层的土面上覆一层细细的薄土，只等着过2-3个月便能吃到清爽可口的菜食了。上昼匆忙地将菜地里的活计弄完，何麦赶忙做了晌午饭，与六郎一同吃了。下昼又去了秦氏那儿一趟，昨儿买来的糕点给秦氏那儿送了2包，给山草那儿送了1包，何麦自己留了1包。鸡都孵出来2窝了，你拿回去几只，搁家里养着吧。奶，搁你这儿养一阵子吧，等家里的小狗长大一些，我再把鸡抱回去。回去的时候，六郎不在家里，等到快做晚饭的时辰便回来了。何麦想起往日做晚饭的时辰，灶房里只有他们2个，却总是充满着快乐与开怀。而与今日一对比，景况实在有些让他忧心。一连几日，他们就像是说好了似的，默契的彼此保持着这样不远不近的距离。每日和六郎在山脚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馨而宁静。而他心里那份悸动，也因六郎每日的温言柔行而逐渐转为宁静平和。最近他的目光都在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杨六郎了。这夜入睡之前，何麦洗漱完毕了，便看着杨六郎洗手洗脸，出门泼水，查探门栓。哎，想什么呢？眼睛瞪得这么大。没想什么。你现在睡在地上还好说，到了冬日可怎么办？没事儿，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你若怕冷，到时候抱着这屋里水取暖都可，没人拦着你。何麦张张嘴巴，想要解释的话吞进肚子里。罢了，越描越黑。这日上昼，两人吃罢饭后便上了后山腰，从山上割了猪草，又采了蘑菇，一路说说笑笑的回到家里。何麦呀，秀娟婶儿，你咋来了？屋里坐。坐啥坐嘞？不坐了，快跟我走。六郎呢？六郎也跟我走。你哥回来了。我哥？林和林啊？和林回来了，还带着个女人。我看呀，你们家又要添喜事了。你哥有媳妇儿了。一个今日在学堂读书的学子，一回家竟然带着个女人，这怕是个笑话吧？奶奶，孙儿不孝，爹去世这么大的事儿，孙儿都没能回来看爹一眼，您和爹白养我了。是你爹不准将这事儿告诉你的，你回来有什么用？耽误课程不说，难道回来
你爹就死不了了。是啊，何林，你这孩子心软，若将你爹的事儿告诉你，怕是会影响你明年的乡试。就是呀，何林呐，听你奶的，甭哭了。奶，你哭什么？谁惹你生气了？呀，何麦，好了，林子，别哭了。这呀，是你妹妹何麦。何麦，何麦，妹妹。何林，这姑娘是……奶，这是你孙媳妇儿，秀儿。孙媳妇儿？你什么时候成的亲啊？好几个月了，奶。好几个月？你不是在书院读书吗？怎么会成亲呢？李鹤林，你是不是个男人？哭起来有完没完？谢大脸色说半天，说完了没有？说出来你自己做的好事有那么难吗？干脆我来说好了，你们家林鹤林早在4个月之前便从学里退学，与我成亲了。什么？4个月之前？4个月之前？何林，你，我去找徐郎中。你们都在这儿围着做什么？我没事儿，都散了吧。奶，都吓死我了。徐江在小桌子上写完了方子，将方子交给杨六郎，并嘱咐用法用量。哎，这女的谁呀？啊，叫秀儿，具体什么来路还不知道。满身红尘气，是何麦他哥带来的狐狸精吧？哼，你眼睛倒是毒。切，一看便是青楼来的女子，我见得多了。要不我出去待一宿吧。那怎么行？那不是不打自招吗？他们是假夫妻的事儿，岂不是要被全村人都知道了？那我睡地上吧，我体格壮，现在天气也暖和，没啥。不行，地方能吹死人，不能到地上去，就在床上睡。何麦在黑暗里窘着脸摸索上了炕，被子尚且能将就盖着，枕头却只有一个。唉，早知道这样，他平日多给屋里备下一床铺盖多好。你睡这儿，男人家身子壮，不盖被子也没什么。你听话，好好睡。背着月光的六郎面庞上的一双眼睛熠熠生辉，明亮的让人想要多看几眼。何麦似乎在这双眸子中沉醉了几分。杨六郎瞧他一脸迷怔的小脸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娇俏，定定凝视着自己的样子，平添了一分清媚，不经意中诱人无比。早点睡。他压着快溢出胸口的心跳，平静地对他说。何麦一张脸滚烫。何麦低低应了一声，把脸缩进被子下面。微亮的目光中，那抹宽厚的身子上盖了件小夹袄，但只能虚虚地搭到腰间。他干脆轻手轻脚地将被子转了半个圈，一面搭在自己身上，一面轻轻地盖在了杨六郎的身上。这下六郎就不会着凉了。清晨的时候，院里应当是最为安静，可今儿从杂间那儿传来一阵高过一阵，一声比一声娇腻的动静，直叫人心跳加速。六郎耳力不比何麦差，自然也听到这令人心慌乱的声音了。两人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到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听杂间传来的动静。我昨晚睡觉不老实，害得你没睡好吧？哎，不急，你再躺会儿。六郎脸上泛着不自在的红晕，飞快地抓起里面的夹袄，窜出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回来，满头淋着水。我去烧水。哎，何麦在灶房里生火做饭的时候，杂间的那对儿便出来了。想起方才听到的那些声音，何麦狠狠瞪了秀儿一眼，心里骂道：不害臊！青天白日在人家家做那种事儿，他也好意思吗？林和林也不是个好东西，哪有做哥哥的在妹妹家干这种事儿的？有没有点兄长的样子？妹妹烧早饭呢。
那个早饭我和秀儿就不在家里吃了。二叔昨儿说让我俩起来就去他家。妹妹，那你们走吧，不用和我解释。哎。何麦将小饭桌端到了院子里，六郎担着一捆柴，脚边跟着小黑便回来了。哎，何林呢？去二叔家了，咱们晌午怕是又得喝粥。喝粥好，你做的粥最好喝。尝尝这个。这几日菜地里都没好好饲弄，将这块菜地开出来的这些日子，地里已经小有收成了。嫩绿的小葱和盐穗长了出来，还有一些小地瓜已经冒了头。何麦铲了地边又浇了水，给地里收拾了一通才回屋。到了黑间的时候，杨六郎回家，再盖一间房子，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六郎，你是为了我哥他们，大可不必。他们不是，是为了奶奶。如今何林回来，看他的样子是准备长住下去了，可总让他们在杂间住着也不是个事儿。我便想着，这几日将新屋盖起来，到时候给奶奶接来和咱们同住，让何林他们住在茅院里，岂不是很好？我怎么没想到，这的确是个好法子。之前我便这么想的，但手头总有事务，正巧这阵不忙，便将房子盖起来，快得很，顶多3-5日，通通风就能入住了。难为你想得这么细心，六郎，多亏了你。明日我去召集人手准备材料，后日就动工。那今晚我多做2个好菜，咱们庆祝一下。一会儿我把奶奶叫过来。快吃晚饭的时候，秀儿回来，身上穿着一件花红柳绿的新衣。衣裳这么快做好了？呆子，哪那么快？是二叔带我去成衣店买的衣裳，好看不？好看，好看。很贵吧？贵呀，2两银子呢。我吃饱了，你们吃吧。也不知何林出去当过，这饭食可怎么办？奶，你别操心这个，女人是她自己找的，她乐意在秀儿面前当奴才，咱们拦不住。对，饿了就喝西北风去。2天之后，六郎将盖房屋用的石料、砖瓦、木笋都采买齐全了。哟，弟妹，可有一阵子没见，又漂亮嘞。马儿哥，又劳烦你们跑过来帮忙，我和六郎心里真过意不去。晌午想吃什么尽管说。嘿嘿，弟妹就是痛快啊。往常六郎这儿有什么活计要大伙过来帮忙，兄弟们少说也要挨个2-3日才过来。现在六郎一招呼咱们保准过来。哎，不为别的，弟妹的手艺最是勾人的。哼，还好意思说呢，一个大男人嘴那么馋，肯定讨不到媳妇儿。山草，别这样。哎，你这丫头倒还是一如既往的伶牙俐齿啊。怎么这些日子不见到我，没人和你斗嘴，怕是想坏我了吧？你这泼皮无赖得很。好了，山草，我们去烧水，今儿家里人多，怕是得多准备点东西。新屋子加盖在杂间的一侧，加盖新屋首先做的便是打地基，得先把院里松软的土质挖出来，挖到老土层，给这些土换成硬实厚重的粗沙、灰土之类。六郎采买的全是最好的粗沙。何麦，你嫂子呢？秀儿出门了，她还不是我嫂子。何麦，呀，山草也在呀。奶，你咋来了？这边乌烟瘴气的，不是说让你别过来吗？哎呦，你们2个小丫头哪儿忙得过来呀？盖房子是个力气活，今儿来的孩子多。哦哟，弟妹对六郎可真好嘞，这不是情让我们这帮光棍眼红吗？呵呵，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一会儿我还在屋里。在屋里？那样的女人，我怕她脏了我的炕。今晚你就别和我抢了，这2件袄子我盖着足够了。熄了灯，2人在炕上望着灰暗的屋顶，他们的距离贴切的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听得见。窗外是温柔平静的夜晚，屋里是静谧幽宁的气氛。明天我还是问徐江要2块板子，
睡在地上吧。其实今天就这么打算来着，结果忙昏了头。也好。一连3日，这伙人干活的青年都在杨家里忙活着。到了晚上，青年们照例将活干完，吃罢了饭，收工回家的时候，秀儿赶忙又凑到了徐江身边。徐大哥，哎，怎么了？有事吗？我头也晕，眼也花，每天院里乌烟瘴气，连个消停处都寻不到，我都快难受死了。徐大哥能不能帮我看看？不是昨天刚看完吗？你没怀孕，也没什么病症，比那院里的小黑还健壮嘞，难受啥？还有啊，昨儿说好瞧病是要诊金的，昨儿的诊金还没付，怎么今天又想让我给你号脉啊？哎，你想让我给你看病也可以啊，诊金倒是付给我呀。哼，他明目张胆的给我哥头上戴绿帽子，欺负我们家没人了吗？哎，他这红杏出墙的意思，怕是谁都看出来了。徐江的为人你大可放心，绝技不会做出格的事情。次日早上，六郎便挽弓拿剑，带着何麦一起去上山。因家里还有老太太，两人倒也没有准备去太远。在山上的2个多时辰，两人的手里硕果累累，2只野鸡，1只兔子，小黑还叼来1只被他咬得半死的蛇。这只是普通的菜花蛇，没毒。这蛇肉和鸡一处炖了挺好喝的，不过若你害怕，咱们就扔了吧。还能炖汤？真的没事吗？当然，和鸡一处炖了就叫龙凤呈祥，味道鲜美得很。你若想尝尝，一会儿回去我露一手给你看。好，那就留着吧。奶奶，我们回来啦！老太太从院里站起来，挂着笑意冲他们招手。奶奶，小黑今天立功了，抓了1条蛇呢。真的啊？小黑都这么能耐了？可不，这小东西厉害着呢，长大了更不得了，对不对？六郎进屋子，将蛇肉和野鸡先给拾掇了，等着晌午做羹汤。何麦，你哥好几日不曾来过了吧？今儿晌午叫你哥过来吃顿饭。我哥何林生的气早就消了，这会儿他犹豫着是因为秀儿。要不一会儿给他送些肉过去好不好？没事奶，一会儿我去叫他们就是了。秀儿呢？今儿是还债的日子，他去镇上了。他去镇上了？他去镇上还债了？嗨，对，这事儿早点了结，我们也能松口气。那你们银子从哪儿来？你该不会……我把貔貅给秀儿，让她去当铺先当了，等日后我们手头宽裕，再给赎回来。赎个头啊！你被骗了，大傻子！什么？妹妹，你知不知道秀儿是什么人？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秀儿这个名字，这个身份，通通都是假的。怎么会啊？这绝不可能！我不是和你说过？他说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子，他这么说，你都不查查就相信？他不会骗我，妹妹。我知道你对秀儿成见很大，眼下我俩这是换了居所，他还不适应，所以脾气坏，身子懒。我问你，他说他欠了银子，那追债的人是赌坊的吗？你亲眼见到秀儿去赌坊了？这没有。和我在一起后，秀儿自然改邪归正，我劝她别再去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她就听从了。哼，傻子，从头到尾这就是个圈套，你被骗了。秀儿走了多久？半个时辰吧。你这个……算了，你且等着吧，他不会回来了。哥，门前蹲着的人影可不正是林和林吗？他怎么在这儿蹲着？呀，你俩回来了呀？你哥和徐江等了你们1个下昼，实在没人商量，才把我和你叔叫过来嘞。进去吧，那黄精婆娘在里头嘞。原来六郎从徐江那儿拉了马车，载着何麦去镇上。徐江刚要出门，就被秀儿堵在屋子里。秀儿拿了那块翡翠貔貅，说要徐江和他私奔，可秀儿自己没一会儿功夫说漏了嘴。
说出这块翡翠貔貅是林长君给林和林的传家宝。废话不多说，3下5除2绑了秀儿。林和林心里已经感知到了一些什么，只是他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一个骗局，直到在秀儿的另一身衣裳里摸到一张卖身契，卖身契上的名字叫红月，而卖身契的乙方则是镇上的怡红楼。从头到尾，这就是一场骗局。他林和林被一个青楼女子耍得像条狗，而他还在这儿痴望着盼他回来。徐江看他这样子，心有不忍，便叹口气说，总不能这么等着，得先找人过来看管这女人，他们再去给六郎报信。不用给六郎报信儿，直接报官。我哥他真要去报官了？可不，徐江方才陪着他去李正家借了驴，正说明早正要去。哎呀，成，快刀斩乱麻，这才像个男人的样子嘛。我是被迫的，这一切都是林长喜让我做的，找人骗和林说我欠了赌债，让我勾引和林，叫他不知道他爹死了，把他的貔貅骗到手。再说我不是没得手吗？那貔貅已经还给和林了，你们干啥还要给我报官？哼，你不是没得手，你是太蠢，想找个姘头跟你私奔，结果遇上了坐怀不乱的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人在你家绑着一晚，能行吗？行，你们尽管放心，明儿一早保准原封不动的送到官府去。唉，我真是个蠢货。哥，你别这么想，每人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女人接近你就是有目的的，咱们哪能知道？唉，罢了，不想这些了。你和奶奶说的没错，我是林家最后的男人，一定得支撑起这个家，让你和奶奶依靠才是。哥，咱们什么事都不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走，咱回去吃饭。路上没走几步，何林就抱着肚子丝丝吸着冷气，说让何麦他们先回去，他得去方便一下。徐江回去没多久，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慌里慌张地说大事不妙，秀儿跑了，不见了。徐大哥，罢了，由他去吧。秀儿的事情算是暂且告一段落，她怎么逃出去的，大家心知肚明，只是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六郎，我想明儿开始找徐大哥借2本草药图鉴，试试草药。怎么忽然想认草药了？采些草药回去好卖银子呀。那日我听徐大哥说啊，这山上不少草药呢，什么当归、何首乌、红花，好多呢。要是我认识的草药，平时每日和你上山时，就不光能采蘑菇、木耳了。咱们1个月去一次集市，将攒着的草药卖到药铺里去，不是能添一笔收入吗？我也得勤快着点，多做些贡献才是。只凭着你去打猎，实在辛苦你啊。没问题啊，一会儿回去我就管徐江去借书，和你一起看。你也要看啊？是啊，左右你平时上山，身边必须得有我，那认草药的活少了我算什么？早点攒出银钱，才能早点搬到镇上给何麦换大宅子，对不对啊？对。其实你是想告诉我，我认识了草药也不可独自上山吧？切，我听得出来。是了，这山上危险，可不准自己一个人去，知道了吗？遵命。上山打猎的那天，何麦给六郎准备了好些吃食，夹着5花3层烧肉的油饼，喷香松软的馒头，还有1包芥菜肉丝。知道你打猎不能放太多东西，可你若2天不能回来，这些吃食怕是还不够呢。这次我预备去远一点的地方，指不定几天回来，一会儿你就给奶奶接过来。这几天在家里住着，有什么事儿就去找徐江。还有一点啊，不准自己上山，知道了吗？知道了。我在家里没什么，你在山上才要万事小心，早点回来。何麦望着六郎的身影看了好久，直到六郎的身影消失在树影中，才怅然若失地转回头去。六郎不在的这几天，
何麦嘴上不说，心里也总是很惦记的。尤其是夜深人静，院里院外都沉浸在月光的照耀下，那么安静的气氛诱着他心底的思念慢慢滋生，发芽爬藤。何麦掰着手指头算，当一只手都用完的时候，他已经坐不住了。杨六郎已经5天没有回来了。六郎不是一般人，区区野兽罢了，还没有能将六郎降服的猎物，再安心等一日。如果明儿他还不回来，我带兄弟们上山找。可第6日，杨六郎还是没有回来。这次徐江再也坐不住了，去了镇上，将马二、田大成他们都招呼过来，10来个人一起上山去找六郎。这山多大呀！山后面还是山，一眼望过去绵延不断的山。谁知道六郎现在在山的哪一个角落里待着呢？又有谁知道他现在是在山腰还是山顶，亦或是山洞里？第8天的上昼，徐江一行人抬着个血染了满脸的人下了山。六郎摸到了老虎洞去，不想被2只棕熊给堵在里面。本来斗完2只棕熊抽身而退也没什么，偏偏六郎割熊掌的时候，那老虎回来了，所以放心，徐江的医术好着呢，六郎的伤势也不算严重，伤口在背上和脸上，旁的地方没事。弟妹啊，其实猎人遇上这事儿也正常，可能这次的熊掌太过珍贵，换了往常，六郎知道这情况不妙，铁定将这熊掌一扔，独身而退是没问题的。六郎怎么样？他有没有大碍？失血过多，晕着呢。反正他没事儿，就是破了相。破相了？破相了。六郎破相了，你还要他不？要，他变成熊瞎子我也要。六郎，我真傻，你这么好，给你当媳妇儿，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可我却不肯。六郎，你肯要我做你的媳妇儿吗？正如徐江所预料的，六郎在凌晨时分苏醒了过来。六郎，你醒了，太好了，你感觉怎么样？我去叫徐江。等，你现在一定很疼，我去给你找徐江，很快就回来啊。放宽心吧，这皮外伤只是深了一点儿，骨头一点没伤到，用了我的金疮药，不出1个月，伤口就能结痂，到时候就行动自如了。那就好，真是老天保佑。还真不是老天保佑啊，若不是六郎身手敏捷，底子好，怕是怎么都得没了半条命啊。昨儿我跟何麦姐说你破了相，问她还要不要你，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你破了相也没事儿，就算变成熊瞎子也要。多傻呀！我不是随口一说吗？我媳妇儿可一点都不傻。你笑得这么开心做什么？莫不是没媳妇儿，只能变着法儿的嫉妒啊？是不是饿了？还好。我去做点粥，等着。粥做好，端进屋里吹凉，何麦一勺勺地喂进六郎的嘴里。还是回家好啊。那当然了，这次可真是要好好养养了。每天能看到你，伤口好得更快。六郎，你这次上山回来，我想了许多。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杨六郎喉头一紧，呼吸急促起来。昨晚何麦浑浑噩噩之间说的那句话，他一字不差地听在耳朵里。你当猎户实在危险，你看这次上山不就是失手了吗？我再不敢让你去了，若是遇见更多的凶兽怎么办？咱们还是得想法子做些别的。我想要不然咱们先弄个小摊儿，卖些吃食怎么样？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不然是什么？说了这么多话，也该休息休息了。睡吧，我守着你。这次两人在同一张床上躺着，再也没有什么不自在的地方了。夜半，何麦睡得很熟，六郎悄悄勾住他的手掌，握在手心，
满足地叹了口气。这样，即便看不见何麦的背影，他也能睡得安稳一些了。何麦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六郎4天，第5天的时候，六郎的伤口已经好多了。何麦不忍地看着脸颊上狰狞的伤痕，心里无比酸郁。哎，这回看到六郎破相的样子了吧？吓不吓人？他变成什么样都好看，一点也不吓人。弟妹，你就放心吧，别看徐江的人品不怎么样，医术还是高超的很。别小看徐江手里这一小瓶金疮药，别的不敢保证，但脸上这点伤啊，铁定不会留下疤来。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真的？当然，六郎脸上留下一点疤来，我就帮你打徐江出气。哼，你怕是没这个机会了。过了半个多月，六郎已经能下地慢慢行走。阿弥陀佛，是我让奶奶担心了。很多人都担心你呢。你若都要放在心上，岂不是累死？好好休养，到时候好起来让我看看。六郎脸上的纱布拆下来的那天，又请那天来帮忙寻找的兄弟们吃了一顿饭。伤疤真的没了？哎呀，我不是和你说了我的金疮药的灵效了吗？难道你不信啊？不是，我就是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他的指腹摩挲过六郎的脸颊，带起一阵滚烫与颤栗，那犹如淌过春水般的感觉在六郎的心尖化开。真的，六郎如假包换。六郎伤快好半个月，又耐不住清闲，开始每日与何麦一同上山采药打猎。山妖还是很安全的，不往远的山脉去，几乎碰不到凶兽。而这段路程上遇见的猎物也不在少数，而草药野菜之类的也通常生长在山腰以下。何麦现在识别了不少草药，和六郎上山一路走走停停，又看又闻，确定是一种草药，便摘下放在背后的背篓里。回家了。这小东西明年这个时候就能出山打猎了吧？用不了那么久，半年也就满1岁了。小黑聪明得很，指令都认得清楚，就是太皮了些，还得好好训训。两人一面下山，一面细细地说着未来的计划。六郎伤好痊愈，可何麦再也不想让他独自上山腰了。山腰上猎物多得很，上次也只是失手了，所以……你如果还要去，就带上我吧。你别小看我，我的身手你不是知道些吗？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2个人去总比1个人冒险好吧？咱们平日多攒些银钱，我想置办个小摊，做些小生意怎么样？卖些糕点吃食怎么样？那样太辛苦，我不想让你风吹雨淋，抛头露面，在外面流汗流血，是男人的活儿。我知道，和我们是一起的呀，别那么老古董呀。唉，知道了，我仔细考虑考虑吧。一转眼，距离林和林回书院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日，何麦在菜地里营务，山木过来给他送消息，说后日是休沐日，何林要回家来。呀，这回是真学好了，知道顾家了呢。在书院上课也辛苦得很，回家歇息番也好。次日，何林回家来的时候，手里拎着2包糕点，又提了2斤猪肉。进了屋，就一脸笑容地给秦氏和六郎何麦问好，整个人显得无比精神。多亏了六郎和徐江兄弟，上次离家之前，六郎让徐江兄弟给我诊脉探病，说我体质虚弱，气血不足。六郎教了我几招拳法，要我每日早晚各打2遍。妹妹，你嫁了一个好男人，哥哥为你高兴。我知道，哥，我和奶奶都等着你学成归来呢。你在书院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常回来。我线下在书院里给父子抄书，还会接些外来的散活，多少能贴补些束修。妹妹，你就等着吧，往后啊，我一定能考出个名堂来，让你和奶奶过上好日子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什么事儿也比不得有一个好身体重要。吃饭的时候，何麦与秦氏说了想将东边山脚下的竹林买过来的事情。
那片竹林原本不就是六郎家的吗？六郎，你没听你爷说过这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一片竹林都是杨家的吗？是呀，还是六郎3、4岁的时候添置的咧。那时候你爷爷可花了一笔银子，原本打算在那儿修上2间大宅子的。等六郎拿到农用地的文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天功夫了。竹林那片地方背阴，又少有阳光照射，这里10多年无人经管，杂乱地生长出茂密的竹林，以及那些以竹笋为食、数不清的竹鼠。竹笋、竹子、竹鼠，好好利用起来都是宝啊！文书批下来的第2天，7、8个青年就浩浩荡荡地来了东边山脚下的竹林。这一忙活就是从清早干到了晌午。弟妹，晌午给我们做啥好吃的呀？竹鼠肉，干煸的、清蒸的、红烧的。还想吃别的什么？嘿嘿，哎，山草妹子，总见你在厨房打下手，也不见你做2道拿手好菜啊。今儿晌午露露手，让咱们兄弟尝尝你的手艺呗。露露手有什么难的？我在家烧饭烧菜，爹娘哥哥都夸好吃呢。只是你给我什么好处，让我烧饭给你吃？就是啊，人家姑娘的手艺是给自己家人做的，你凭啥要人家给你做饭呀？嗨，你瞧你这小家子气，赶明儿我去见见你爹娘，他们一准喜欢我，到时候把我当家里人留下吃饭，我还得尝尝你的手艺吗？你凭啥去人家家呀？要当上门女婿不成？马儿，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嘴里放炮，该干嘛干嘛去。灶房这地方，你一个大男人乐意进来，我们还不乐意看你呢。快出去，出去！一帮青年在竹林里忙活了2天。2天后，5亩竹林已经显现出修理过后的整齐有序来。竹林旁围上了1圈的高篱笆，里面竹子个个长势喜人，而竹子的下方时不时地钻出一个个古灵精怪的脑袋来，正是圈在里面喂养的竹鼠。到了下次逢集的时候，六郎和何麦一身轻松地只拎了2只竹鼠，去了清河镇找野味馆询问价钱。出来了。等着急了，怎么没进来等着？你们在说话，我也不太知晓这方面的事情，进去不是捣乱吗？你们说什么说这么久？宋大哥想让咱们长期供应竹鼠，方才我们在谈论有关事宜。过几日宋大哥要看咱们圈养竹鼠的竹林。回了小青村之后的第2天，2人便开始着手全力喂养竹鼠了。与宋采办约定好，每1个月去镇上给他送1次竹鼠，1次10只，大概在30斤左右。而在价钱上，宋采办和六郎约定好1斤给付30文铜钱，是以何麦每天最开心的事儿便是吃罢了晚饭的时候，盘腿往床上一坐，笑眯眯地数算着铜箱里的银钱。到现在，他手头和六郎一共攒下的银钱已经有30、40两之多了。这银钱包括上次去田园酒楼卖了6只熊掌，去金满园卖了野猪肉和狍子肉赚来的银钱。眼看着天气快从盛夏到初秋，正是打猎的黄金季节，走了不到1个时辰，却忽地见小黑剧烈凶猛地吼叫起来。是熊吗？不是熊，是香獐子。香獐子。小黑，追，走。2人虽有功夫傍身，脚力稳快，可即便这样，想要追上善跑的山间野物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儿。等那么棕色身影进入眼帘时，六郎手中的箭矢已经夺然而出，箭矢没入香獐子的颈部，射中了。走，去看看吧。小家伙立功了。杨六郎将手里的香獐子翻了个个儿，在香獐子下腹的地方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了一柄小刀，手起刀落。这是什么？是麝香，这东西不脏，是可以入药的贵重药材，咱们也算不虚此行了。没想到能在山腰的地方碰上香獐子，这东西也金贵得很。是金不化，真的是金不化呀，竟然真的找到了。哎，小心些，这片山腰说不准会有陷阱。紧接着头顶就降下来一张天大的网，
眼看着要把何麦包围进去。六郎来不及细看猎网上是否有暗器，向着何麦的身体便紧扑了过去。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儿，你呢？啊，我也还好。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莽莽撞撞的过去，害得你跟我一起中了陷阱。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到底也是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却不成想会让你被困在陷阱里。你这人总是有法子安慰我。唉，现在可该怎么办？猎网里能动身的空间很小，何麦转过来就和六郎脸贴着脸了，鼻尖对着鼻尖。嗨，没办法，只能等有人经过这里的时候把我们放下来解开绳子。只有这一个办法？这皮绳会越来越紧，你尽量靠在我的怀里，否则这绳子一勒起来你会受不了的。何麦整个人几乎缩在六郎的怀里了，即便每夜同床入睡，他们也从未如此亲密无间。六郎，我想问你一件事。什么？如果以后你变得很有钱，很有名气，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你会不会有许多别的女人？这样优秀而俊朗的男人，莫说在小青村，即便是在这世上也少有。如果有一天如你说的这般，我杨六郎有钱又有名气，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如果到了那一天，我杨六郎身畔的人还是你，那才是最值得我欢喜的事儿。小丫头，可能我对你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一见钟情？一面你就对我心存不轨了？什么心存不轨？你这丫头说话太不负责任，是保护。夜晚的小青山空无一人，冷风阵阵吹来，身上泛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何麦与六郎都动弹不得。快到2更的时候，在两人脚下打转的小黑忽然警觉起来，冲着黑暗中的山林狂吠。那是野狗？是土狼。土狼？那怎么办？咱们身处的位置不低，倒是不怕他们，只怕小黑。黑暗中统共出来7只土狼，向着小黑的位置包围过来。眼见7头土狼将小黑团团围住，小黑临危不惧，勇敢而凶猛地同冲上前来的土狼搏斗撕咬起来。小黑快跑，他们以多欺少，你快跑快跑！车轮战让小黑片刻不得歇息，很快身上就遍布了伤痕。小黑，好！猎网与树干相连接的部分并不是牛皮做的，只需在树上用尽全力游荡，绳结的部分承受不了两人的重量，自然坠落下来。当几头土狼再次对小黑发起攻击的时候，兜着六郎和何麦的猎网却忽然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一只土狼的身上。几只土狼勃然大怒，眼里冒出血光来，很快便放弃了遍体鳞伤的小黑，转而去攻击何麦与六郎所处的这张大网。小黑，快跑快跑，回家去！小黑一瘸一拐地站起来，看了看何麦焦急的脸，又看了看六郎手中锋利的小刀，似是听懂了，转身钻进了草丛，死盯着眼里冒着绿光的土狼。两人身形步调甚至速度一致地向土狼滚了过去。只剩下2只土狼，何麦恶狠狠地对视着眼前的一只土狼，那土狼明显瑟缩了一下，一面嚎叫着，竟然一面真的退到了树丛后面。余下的这只土狼孤军奋战，对六郎何麦发起了进攻。这一次还没等近身，他便被网绳中飞过来的匕首划破了脖子。夜里的小青村冷风阵阵，何麦紧紧抱住六郎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取暖。他已经不知晓六郎手上的伤口还有没有在流血，手依旧麻木地摁在六郎的手臂上。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我的血会引来更多的野兽的。你的伤口还没有处理，如果再牵动到你的伤口，你的手臂会废掉的。何麦争执不过六郎，在力气上也不是六郎的对手，只得咬牙抱住六郎的胳膊，
尽量用自己的身体去垫地上的碎石接木枝。六郎死死地护住何麦的头脸和腰肢，碎石断木的撞击之下疼痛难忍，可他愣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可两人还没滚出1丈远，何麦便感觉到黑暗中亮起了一簇簇的绿光。想不到这竟是我杨六郎此生的最后一晚。六郎，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再也不想什么女儿家矜持顾忌，他只想着与他中意的男人亲密无间地拥抱在一起。六郎忽地翻身，将自己的身体死死压在何麦身上。如此众多的土狼，跑也难逃一死。若护住何麦，任凭这些土狼将他分食殆尽，说不准还能撑到天亮。不要！不能同生，那便共死。他拼了命的挣扎，将脑袋从六郎的手臂中探出来，眼前却忽然亮起一大片的火光。紧接着，一支支带火的利剑穿透了那些土狼的脑壳、身体、脖颈。何麦，六郎！一个个熟悉的声音喊着他们的名字，向他们奔过来。率先奔过来的是嗷呜嚎啕着的小黑，两人从猎网中被解救出来。徐江给扶到一旁坐下的六郎把了把脉，死不了，没大碍。你怎么样？我没事。六郎身上的伤口没事吗？他的手臂被土狼撞了好大一块。放心，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除了手臂上那一处伤口厉害些，别的都不算什么。咱们还是先下山，可千万别再遇见什么棕熊啊、野猪什么的。马儿，你背着六郎。弟妹啊，你还能走不？能。一行人下了山，徐江在家里给六郎好好查验了一番。哈哈，只是受了点皮肉伤，筋骨都没碰到，你看还能动呢。别乱动，徐大哥说了，你的胳膊且得10天半个月才能好呢。那么深的伤口，就算没伤到筋骨也疼得很不是。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好，是我的错，我不乱动了就是。睡觉。何麦心里甜滋滋的，乖乖地躺下去，将小手交给杨六郎。上去试试。我自己上得去。他歪着头，笑吟吟地对六郎笑，一蹬腿翻身便上了毛驴的背上。这下咱们来镇里就方便多了，一会儿咱们一道骑着毛驴回家，比坐牛车方便呢。对，往后你想去哪里玩，便叫着小毛驴带着你去。还要带上你才行。好，毛驴带着我们2个，对不对？对。在快乐的欢笑声中，两人在集市上采买了一些猪肉和几样糕点，将货品放在了小毛驴的身上，悠悠荡荡的便准备回家了。一路上，何麦骑着小毛驴，六郎拉着缰绳，两人在阵阵清风中慢慢地走回了小青村去。进村撞见几个村民，个个脸上都泛着羡慕的神色。小毛驴可不便宜，这小两口看来是真发达了。每天早上起了床，俩人谁都不能闲着，一个赶忙将前一天割的猪草熬了喂猪，另一个得去拿草料喂毛驴。除过这牲口圈里的，这院子里还有一只嗷嗷叫唤的小黑等着吃食呢。如今买下了毛驴之后，何麦的手头还有62两银子。那枚在香樟子身上割下来的麝香，六郎拿去给徐江看了。这块麝香若是按照市价，少说也值7、8两银子。不过麝香是难得的稀罕物，就这么卖了着实可惜。六郎便将麝香收了起来，并不打算送到药铺。平日清晨总是最忙碌的，上山采药打猎，下山后还要去竹林里翻地浇水，给竹鼠喂些玉米青豆。这么一忙活，又到了准备晌午饭的时候。六郎留在竹林，何曼与小黑回去弄饭。弄好了晌午饭，小黑嘴里叼着饭罐子走在前面，何曼手里提着水去给六郎送去。这阵子家外头的菜园子里，各色新鲜蔬果长势喜人，
何麦每日下昼用小锄头营务完，再去秦氏那儿帮忙。给秦氏地里忙活完农活，祖孙俩就坐在院子外头晒着太阳。秦氏手把手地教何麦针线活，缝制衣裳。每日下昼，山草来时，与何麦秦氏说说笑笑，时间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吃过了晚饭该睡觉，熄灯时总是何麦欣喜而期待的一刻，将自己的小手塞进六郎的手里，在黑暗中，两人彼此都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的轮廓，感受着对方呼吸上的每一丝细小变化。六郎始终保持着平和如水的模样，克制着对何麦进一步的感情。眼眸里偶尔掠过的那丝复杂，究竟是身不由己，还是情难自抑？走到半途的时候，大雨哗哗地落下来，落在人身上弹出数朵雨花，又随着雨流一滴滴砸在了地上。小毛驴还在外头呢。那也不能出去，这附近有山，若是雨势太大，保不齐会将山石冲下来。雨停之前，绝不能出去。这后生说的对，这雨势可不能出去啊，丫头啊，人命才是最重要的。请等着吧，这雨虽大，但去的也快，没一炷香的功夫，转停了。果然依他所言，雨势没一会儿功夫就停了。你在这里待着烤火，我去将驴找回来。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自己去。小丫头，这地方可不能乱跑啊，这附近靠天松山，小马和地痞多得很。何麦张张嘴巴，巴巴地看着六郎钻出了屋子。可谁知下过一场大雨后的天空，没过一会儿又飘来了满天的乌云，而六郎直到这场雨又下了起来也没回来。小毛驴方才就在村口前面不远的地方走散的，那儿有一个废弃的石场，六郎直觉去那儿碰碰运气。果不其然，小毛驴躲在石场旁的一个坑洞里避雨，雨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蹄子，但看到主人的毛驴还是欢快地嘶鸣了一声。给我按住他！小美人儿还是个烈性子，嘿嘿嘿，烈性子好，搞起来带劲儿，嘿嘿。还不快滚！姑娘，你可有受伤啊？没有。他摇头，他垂着头，只敢看他滴着水珠的手。他现在的样子一定狼狈极了。姑娘，别怕，那些坏人都被我打跑了。一会儿雨停了，我会送你回安全的地方。我叫杨六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杨六郎。对。杨大哥，你叫我苗苗好了。何麦，你怎么跑出来了？会生病的，快回去。六郎，他是谁呀？哦，这位姑娘被地痞纠缠欺负，受了惊吓，被我撞捡救下来，我便把她带了回来。原来是这样，还没谢过杨大哥和姐姐的救命之恩，今日得救，亏得二位恩公的大恩大德。苗姑娘不必多礼，姐姐叫我苗苗就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些小马也太过可恶，光天化日就敢行凶作恶，实在嚣张。没想到西奴村这片竟然这般不太平，只靠着一座天松山，怕是这里的村民很难安生了。杨大哥，你可不可以多陪陪我？苗姑娘，你若是害怕，可以让何麦来陪你。杨大哥，我怕那些混混再来骚扰我，你今晚留在我这好不好？苗姑娘，男女有别，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不是的，杨大哥，我的意思是六郎，你和苗姑娘还有什么事吗？没，我们回房。苗姑娘和你说了些什么？没什么，无非是一些道谢的话。这是怎么了？做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苗姑娘很特别，她与那些普通的少女很不一样。或许吧，只这么一面之缘，
明日之后，大家又是陌生人，是什么样的人，又有什么干系？你说的也对，赶紧休息吧。姐姐，杨大哥的衣裳我洗好了，约莫一会儿功夫就能干，咱们等晌午收拾整齐的再走多好。不必这般麻烦，苗姑娘受累了，那衣裳本就是我家六郎穿旧的，昨日大雨那么一泡，上面也不知染了什么气味，难闻得很，我本就不打算要了。六郎，行李我收拾好了，咱们这就准备回家吧。好，回家。苗姑娘，到此。杨大哥，还有什么事儿？杨大哥，昨日的救命恩情，苗苗放在心里，他日一定会去谢谢杨大哥。啊，不必，男女有别，何况我也是有妇之夫。苗姑娘从此还是自己保重，我们没有再见的必要。杨大哥，你可知你应当是我的夫君，而不是那个女人的。如果你知道我才应当是你的妻子，你还会都不正眼瞧我一眼吗？两人本以为这位自称叫苗苗的姑娘是他们人生中偶然的一道插曲，今日过后再也不会有交集。哟，该不会是林和苗那丫头回来了吧？林和苗？她回来是稀罕事吗？竟然还租上了马车？这丫头在咱们村是没什么稀罕，可在林二婶的娘家那边可是千金呢。原来林和苗的舅舅在镇上当差，没什么职位，后来这林和苗在镇上也不知认识了哪家的大少爷，竟然让那家大少爷找关系给他舅舅升了职。他舅舅现在混得风生水起，每逢林和苗回乡，总要接回老娘家住一阵子，再用马车送回来。那他还是他舅舅的恩人。不过这林和苗也算有些手段，倒有厉害。我听长兴说，林和苗在镇上可从来不和咱村的人多接触，都是和镇上那些大少爷大小姐相交呢。何麦啊，这是你妹妹林和苗。和苗啊，这是你大伯家的姐姐何麦。林和苗，见过姐姐。姐姐，说起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先前就见过了。我早说还会和姐姐再见的，果然没错。你早知道我是谁，为何还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姐姐，你的名字我的确听过，可那时情况慌乱，我又哪里回忆得起来你说了些什么。说起来也的确是我不对，该说自己的大名而非小名的。什么大名小名的，有什么关系啊？姑娘家出门在外，谨慎提防着，没什么不对。姐姐，杨大哥，那苗苗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探望你们。我也没想到她是林和苗。他们方才来做什么？她是和她爹一起来的，只是来感谢我，顺便探望认识一下。认识什么？他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了傻子，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他清楚一切，知道你我的身份，他根本就是在耍我。哎，生那么大气做什么？就算他是林和苗又怎样？平日咱们和二叔家也没什么往来。何麦，二叔一家做的事情，咱们心里清楚得很。有些事，就算奶奶会原谅，你都不会原谅的，是不是？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可你知道，她才是那张婚书上要与你成婚的女子呀。这又如何？你这丫头啊，就因为这个，所以不开心？她回来，我很不开心。可我们也不能撵她走啊，我们没这个权利。傻丫头，你怎么会在乎这种不相干的事情啊？如果我初时是想要和那张婚书上的女子成婚，何必在与你相识之后呢？你倒是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件物品似的，觉得原主是她。有一点吧。那我不妨告诉你，就算没有那纸婚书，我看上了你，也会娶你，无论你是谁，因为你只是你，我独钟爱的那个你。杨大哥，原本应与你定下婚事的人是我，而不是姐姐。就算你先和姐姐成了婚，是有家室的人，可你为什么
对我的态度如此冷淡。就算你不知道我才应当是你的妻子，可你总该顾忌着咱们是一家人。杨大哥，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没有？难道你不觉得遗憾吗？我不比姐姐差在哪里？我饱读诗书，自是容貌不俗。婚书上的人不是何麦，而是一个叫林和苗的女子，这我早就知道。我要娶的女子从来就不是那张婚书上的名字。若何苗当时并没有替你出嫁，我也一样会想法子娶她为妻。杨大哥，我不信，林和麦有什么好？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喜欢她？她就是大伯从外面带来的私生女，哪一点比得上我？你对何麦还是客气一点为好，她毕竟是你姐姐。就算她有千般好万般好，那你总要告诉我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对我总是那么冷漠？你哪里都很好，只是你再好，看在我眼里也只是个无所谓的人。你还是不要将全部精力浪费在我身上，这是无用功。你走吧。杨大哥，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和你成婚的那个人是我，你会不会对我像对姐姐那样好？如果当初没有遇到何麦，我不会成婚。即便那张婚书上的人是你，我想我也不会动摇我的想法。泪珠从眼眶中崩落，他转身咬着唇跑出了院子。怎么了？何麦，是不是冷？我去拿一床被。他话音未落，何麦，你六郎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往脑袋里涌，他一下子被惊住，也不知该做些什么了。何麦许是这个动作太久，脸都有些僵了，便试探地慢慢松开了嘴巴。六郎却不肯放过他了，大掌扣在他的脑后，唇贴上来，碾磨的唇瓣带着一股热力，是与方才何麦的亲截然不同的感觉。他唇下的唇比豆腐还要软嫩，比鲜花还要香甜。六郎极力克制着自己，尽量在不吓到何麦的时间内结束了这场燃情的吻。小丫头，你刚才在做什么？我想和你做真夫妻。咱们亲了嘴，是不是就算真夫妻了？还不算。那怎样才算？你还小，男女情事不必急于一时，咱们的日子多着呢。何麦，何麦。从林和苗离开小青村的这段日子，何麦过得可谓是极尽轻松快乐。这阵子，六郎与徐江给东面山地的竹林的灌溉水渠弄得差不多了，将长青河支流的水顺着竹管通到了竹林地里，而竹鼠则转移到了另一垄的竹林地去。这垄竹林是六郎特意设计过的，在山坡的向阳面，暖和也背风。时间一转眼便进入了冬月，冬日时节的农家院，每家每户都充满着温馨祥和的气氛。现下是农闲时节，每家每户的壮劳力都从地里回来，整天的待在家里。何麦，何麦，徐大哥，怎么了？我正和六郎在屋外说话嘞，这笨兔子自己撞到我脚下了。打样，咱们晚上可多道菜了，哈哈。早上我还跟六郎念叨，说徐大哥想吃爆炒兔肉。好，徐大哥，晚上咱们就吃爆炒兔肉。哎，好呀，若是再能来一盘子鸡蛋炒大葱就更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哎，此番前去恐怕没有1年半载是回不来了。你可想好啊，你没有我在身旁，你若想调查什么事情，可没有能给你掩人耳目的帮手了。还有大成和马二他们，这件事儿你不必担心，
倒是你，若有什么进展，一定尽早告诉我。一定。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能为了何麦让我走这一遭。咱们原本定下的日子，可比这要迟许多呀。这样做，若是有什么后果，可不必多说。罢了。不过我倒是好奇啊，你真爱上她了？这丫头是不错，可你总得为以后打算。以后呢？是将她带走，还是留在这村里盼你一辈子？我无法保证我会永远留在这里，但我能做的就是在这里一刻便护她一刻，能为她做的我都要尽力一试。若真到了要别离的那一天，若能带她走，我会征求她的意见；若不能带她走，我会叫她另寻良人，她还是清白的。何麦，哟，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哭了？没什么，就是想我爹了。和奶奶说话的时候，说起岳丈了？也没，就是我自己想的。莫忍着，难过就哭出来吧。人死不能复生，岳丈不能给你的疼爱照顾，以后都由我来，好不好？好吗？当然好。可你真的会做到吗？六郎，你会不会也离开？我怎么会离开啊？你在这里多久，我就在这里多久。若你厌倦了这里的生活，想要离开，我也陪着你，好不好？你真的能做到吗？当然。何麦这一晚浑浑噩噩地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便发起了高烧。六郎，何麦。何麦口中的呼唤停了下来，眉头动了动，继续昏睡了过去。次日一早，秦氏来送了粥饭，何麦转醒，却还是有些虚弱。莫起身了，今日我陪你一整天，不去打猎。那竹林怎么办？有徐江在呢，这些你莫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六郎果真在家陪了何麦一整天的时间，到了下昼的时候，何麦的精神已经好了许多，可看着还是郁郁寡欢的。六郎，你能陪我看明年院子里桃花开吗？桃花开？这有什么不能啊？我当然陪你。那后年桃花开呢？也陪你。还有院子里那棵槐树，后年也开了，你能陪我吗？槐树要2-3年才能开花，后年怕是不行。那就等这棵槐树开花的时候，你会陪我看吗？为什么不行啊？我当然陪你。这是你答应我的，不许不作数。当然，我答应你的，一定做到。没过几日，何林回来了一趟，两手满腾腾的，给家里人都带了礼物，给秦氏带了冬日烤火用的小暖炉，给何麦带了一把熏香，给六郎则是带了一副兔皮手套。过年前这几个月，我怕是都回不来了。书院里的杂活可多起来了，平日休沐的时候，那些来代写书信、抄书画画的人们可是不少。书院有这么多杂活，可平日没听你说呀。现在不是快临近年关了吗？都是些家里人招呼在外的新人赶快回来的，代写的书信大抵都是这样的内容。再过些日子，还会有人来书院找我们代写对子、门联的呢。这般多的活计，何不向外招揽些人手？夫子的确是这么考虑的，在书院念书的寒门弟子可不多。这次我回来，便是想来问问，看山木乐不乐意与我一同去。山木哥一定乐意去。他在青芦村的学堂早就歇课了，如今又是农闲，正在家闷得慌呢。昨儿还问六郎上不上山打猎，好带他一个。那可不讨巧了，一会儿就去山木家，问他去不去书院接些杂活。
没一会儿的功夫，何林与何麦便一同去了山木家里，将这件事儿与山木说了。山木自然是百般乐意，连忙细细问了何林去书院的具体时日和功活。过了几日要逢集，山草前一日便来找何麦，问他次日去不去集上。若是去的话，咱们明早就和我哥一起去。这几天我哥脚下的一双鞋都走烂了，我得去买些针线，赶着年前给我哥纳一双新鞋底。好，何麦，咱们一同去吧。我娘不去，你若是再不去，就只能我自己去了。我陪你去就是了。次日早上，何麦跟山草一头毛驴，山木自己一头毛驴，3个人一同在清晨时分到了镇上。嗨，你这丫头这般吃相，以后谁人可要你啊？你瞅瞅人家何麦，吃相多斯文。山木哥，你可莫这样夸我。奶奶总说我看见吃的就跟眼冒绿光的狼似的，可没比山草好到哪儿去。嘿嘿，何麦，你别听我哥的，他就是瞅我不顺眼。哼，哥，你若是吃完了着急去书院，就尽管去嘛。山木哥，你先去吧，要不一会儿我和山草也得自己逛集市，不是？哎，你们2个成吗？还有，又不是第一次来集市，你可赶紧走吧。美人在怀，他却非要矫情的去当一个柳下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六郎怔怔地看着何麦素净的脸颊，忽地心生出一种将他拆分入腹的念头来。男女之情最为原始，他有这种念头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何况2人如今情意正浓，发生这种事情似乎也是合情合理。只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结，若他能够选择，自然要护着他，宠着他一世白头。可若是他选择不了的分岔路，他不在，剩余的日子岂不是要这丫头一人独过？六郎清早的时候已经上过一次山了，可到了晌午吃罢了饭，说要带何麦上山一趟。何麦不知六郎意，但还是听他的，乖乖的与他一同上了山。在等漫天的烟花放起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六郎为他做了些什么。好看吗？好看，我喜欢。你费了许多力气吧？许江也帮忙了。你若喜欢，咱们天天放。那也太多了，还是不要了。我瞧你辛苦得很，留着时间做些别的事情吧。你既然喜欢，那便算不得苦。我想看的无非是你的笑脸。何麦，我要你永远这么快乐下去。那你就永远陪着我呀。你可能做到？我自然巴不得时时陪在你身边，就算我人不在你身边，心总在你身边的，不是？放开不中岁月，岁月沉沉之缄默。当时人间万生，我而今又是来迟三载客。新年这天，何林没能从书院回来，是以替代何林与秦氏、六郎、何麦一起吃饭的人变成了徐江。在杨家小院里，六郎支上了火堆，跟2只拾掇干净的竹鼠和野鸡串上了架子。外面寒冬凛冽，屋内却是温暖如春。你爹小时候过新年，哎呦，那时候穷的家里一点荤腥都没有。你爹想法子去长津河边上，愣是砸开了冰面，从里面捞出来2条肥鱼啊！你爷就指着你爹说，这娃将来肯定能吃苦。哎，林奶奶，这话说得对啊。你瞧那些能赚钱吃苦的人，一般在吃食上都是有些喜好挑剔的。徐大哥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也不全然，我就比较贪嘴，可你看我也能赚些什么银子不是？嗨，你有六郎，怕啥嘞？此番前去山高路远，保重自己，寒颤和干粮都在里面，还有奶奶给你缝的2双鞋。哎，知道了，替我谢谢林奶奶。我方才说的，你可要挂心这些啊！明明喜欢的不得了，非要装什么君子啊！我说，我回来时
你可一定要说些好消息给我，我等着做干爹哩。行了你，快上车吧，啊！曲大哥，保重。时间的年轮一天天的画着圈，白雪皑皑的冬天就要过去了。眼看时间要到初春，何麦的心情又期待又紧张。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六郎去青芦村踩了2次点，预备将摊子摆在青芦村福来客栈东边的路口。定下了摆摊的位置，何麦再回家便和六郎一起操忙着弄个架子车了。何麦每日忙叨着，却总觉得心里很踏实。他是个勤快的，六郎也肯吃苦，过上红火富足的日子指日可待。马儿哥，屋里的病人是位姑娘吗？是啊，六郎没告诉你吗？屋里那位姓许，与我们熟识。她是怎么受伤的？伤得很重吗？还需不需要些别的？我回去准备。不用，该准备的六郎都告诉我了。一会儿把这几味草药，还是徐江留下的金疮药都拿着就行。你来了？一夜没睡吗？还好，我们3人轮流看着来着。他的伤势很严重，时刻得有人守着。这位就是许姑娘。你知道了？我问了马儿哥才知道的。许姑娘是怎么受伤的？是前几日楚兄弟上山采药的时候救下来的，应当是被山上的猎物袭击，才受了如此重的伤。现在伤情如何？坚持过晌午，应当就不会有大碍了。许姑娘既然撑到了这里，想来福大命大，老天保佑，一定会没事的。但愿如此。当许二小姐醒过来，该怎么和她说何麦的身份啊？怕什么？该怎么说怎么说。这恐怕不太好吧？许二小姐怎么说也是大学士府的人，许家那位大小姐要是知道了，恐怕会……该怎么说便怎么说，绝不可隐瞒。许姑娘，放心吧，你既是六郎的朋友，那便是我的朋友。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平日有大把时间，都能用来陪你。可以拿一面镜子给我吗？我听楚郎中说，你的伤口虽然深，但是有先前徐江的金疮药在这儿，你身上便一定不会留疤。徐江你认识吧？是原来住在这村的一个郎中，你应当认识的。几日之后，何麦家住进了个受伤的陌生姑娘的事情传遍了小青村。你怎敢把一个陌生女人放进家里？小心这是一头狼，养好了伤反过来咬你。怎么会呢？许姑娘人很安静温柔的。切，你看谁都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会，他与六郎他们熟识，是好人，又怎会加害我？他与六郎哥认识吗？那你怎知不是六郎哥从前的相好？哼，你这丫头脑袋里都想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听楚郎中说，他可是从山里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咱们村子的。你说她一个弱女子，为什么要熬这么多罪来咱们村子？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切，什么难言之隐啊？分明就是来找情郎的嘛。你瞧他发呆的样子，像不像是在想他的情哥哥？什么急事儿啊？用不用我也去？不用不用，六郎哥，你在家待着便好，一会儿便将何麦给你送回来。六郎眼力好得很，一会儿被他发现可怎么说？咱们隔着这么远来，才不会被发现。至少在发现之前，咱们就能看见这许平遥和六郎哥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也就知道他到底和六郎哥是什么关系。你当真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和他？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我绝不会离开这里。你忘记在我父亲面前的承诺吗？你这样说对得起他吗？我许下的承诺是保护你们许家2位小姐的安全，而不是承诺你们一辈子。我自问对得起你们许家每一个人。许二小姐，等你伤好，我自会派人送你回去。我不要！你们男人都是负心汉，说过的话扭头就不肯作数了。够了，你这话与我说做什么？这回你听见了吧？这个姓许的
就是来找六郎哥的，他没安好心，一会儿就给他撵出村去，看他怎么张狂。和许姑娘并未做什么越轨之事。哎呀，要是真等到他做了那些事儿，你后悔都来不及。你呀，心肠怎么这么软？非要等到他欺负到你头上来吗？要主动出击才行。可我相信六郎，他不是一个朝三暮四、喜新厌旧的人。我甚至可以肯定，他与这位许姑娘一定没有如你说的那样的关系。可我们都看见了，他和六郎哥都吵了起来，还说了那些话。可我们并没有听清，那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何况这是许姑娘的做法，并不能代表六郎的想法。你这丫头当真以为我是软柿子了？若她如当初的林和苗一样，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做出伤害我的事情来，我自然不会手软。可眼下她又受着伤，又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你叫我把她撵出去，也太不符合常情。和你留着她在家里也不是一回事儿嘛。我会留意的，你就放心吧。我有些事想与你商量。怎么了？粥摊怕是要过一阵子再开了吧？许姑娘在家里，咱们每日早上去出摊，是不是不太好？是为这个？那大可不必。她在这里待不了太久。可许姑娘的伤……我问过楚兄弟，再养一阵子便可以上路了，不会有影响。许姑娘来这儿，是不是来找你的？找我？你怎么会这么想？就是这么觉得。她来这儿的确是为了找人，但并不是为了找我。那是……以后你就知道了。你根本无法留在这里，我必须将你送回家。你若是不同意，只会让自己吃苦头，一路被绑回皇都。你愿意？我不会回去。哼，何必如此固执？你的父亲和姐姐一定急疯了，你在这里待不了多久，也会被送回去的。你是怕他们来了之后，你会和我一样，被迫离开这里吧？放心，他们绝不会猜到我来了这里。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从家里走到城门都会迷路的千金大小姐，哪里会想到我跑到几千里之外来找一个男人。你还是回去吧，别让他们担心。我千辛万苦来寻找他，即便他不在这儿，我也绝不能空手回家。想送我走，那好啊，你派人送我走，送我去找徐江。你若送我回去，不如让我直接撞死在这里好了，让我留下，或是带我去找徐江，你自己选。许家人素来喜欢让我为难，许二小姐也不例外，不必再威胁我。我派人送你去找徐江便是。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她就是那个徐大哥喜欢的女子吗？是。她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见徐大哥一面。与其说见一面，不如说是要来找徐江长相厮守的。嗨，这事儿我不好多说什么，还是叫他们自己做决定。这几日便给他准备些盘缠和衣物，我找个兄弟护送他上路。徐大哥真是好福气，有许姑娘喜欢着，怪不得谁都瞧不进眼。他倒不是谁都瞧不进眼，而是他本就是那样的性子。不过只有对许姑娘的时候，才会露出不同的面孔，在喜爱的人面前总是不一样的。许平遥3天之后便启程上路了。许姑娘别嫌弃，这是我最好的衣裳了。徐大哥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帮我告诉徐大哥，我和六郎都很惦记他，要早点回来。嫂子，多谢你对我的照顾，你和大哥要保重身体。你去了也好，省得许江这家伙在外乐不思蜀，不肯回来。早点把他带回来，有你在他身边，我也安心许多。转眼到了农历3月21这天，正是何曼要出摊的日子。声音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这2桶粥加一块，少说卖了1桶多呢。包子也卖的差不多了，剩下这些吗？剩下的这些是我的午饭和晚饭，是不是？
是你的和我的。说好了再不叫你吃这些东西了。那有什么关系啊？粮食来之不易，出自你的手，那自然比黄金白银还要珍贵，绝不能浪费。你这嘴是越来越甜了。这些话都是和谁学的？马儿哥吗？这是真心话，何须旁人教我？眼下何麦的小本生意便算是走上了正轨，每日去小市，虽然起得很早，但回来的也早。六郎，你猜我们这几日卖了多少银子？多少？865文，刨去成本，少说赚了500多文。这么多？那晌午应当加个菜了。加一道红烧肉好了，我把奶奶叫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等你的失忆治好了，一定叫你给我多生几个孩子。治不治得好都要生，生个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傻丫头。哎，不睡觉看我做什么？好些话想问你呢。太晚了，我们先睡，明天再问。好，明天问。睡吧，乖。再过半个月，公活儿便招揽够了人手，我便不去李家庄了，成日陪你出摊、收摊、烧饭煮汤，上山采药打猎，攒钱换宅子，如何？真的只要半个月？真的。你是不是看中春花了？没有，当然没有。还嘴硬？那你方才那么紧张春花？那是因为我把春花当成了妹妹，关心她就如同关心你似的。哎，嘘，妹妹，你小声点。你真不喜欢春花？哎，罢了，看来是我误会了。我在镇上认识一个捕快，那人也是个光棍，前几天还跟我说叫我帮他寻寻亲呢。你若不喜欢，我可就对春花下手了。你要给春花说给别人？说给别人，不过也不知能不能成，毕竟这事儿自己说了不算，得看人春花乐不乐意。春花妹妹，路上小心些啊。和林哥，你一定要保重身子呀，我这次见你瘦了不少，是不是书院的伙食吃不惯呀？你想吃什么东西，下次来我给你带着。杨大哥，你在家吗？你怎么来了？杨大哥，今日是8月15，我自然要来看你的。我为你带了一套新衣袍，还有百味斋的红枣云泥糕，还有醉蟹。这些东西你都给奶奶拿去吧，平日何麦给我做的衣裳够穿了。吃的什么，我也只喜欢何麦的手艺。奶奶那儿我会差人去送的，可那套衣裳是我托了裁缝按照你的尺寸做的，拿走了，给谁穿呢？你怎么会有我的尺寸啊？想要杨大哥的尺寸还不简单吗？那阵子你常去李家庄的工地干活时换下来的衣袍，我差人去量一量，不就成了？林和苗，我劝你安心做你的李府夫人，不去惹李征，他不会将你怎样。杨六郎，我手里有你的把柄，你也应当知道，你在林和麦的面前并不是坦然赤诚的，对吗？你不是杨六郎，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杨六郎曾在小时受过伤，伤在……哼，谁会相信你说的话？若我们的感情是你三言两语便可以挑拨的，那你也就不会记恨何麦了。杨六郎，你会后悔的。你和林和麦这样对我，我迟早有一天要拆散你们。我得不到的，他林和麦也别想得到。哎，困了？进屋吧，我睡一会儿啊。六郎的背宽厚而温暖，就像是趴在了一块生着火的柔软石头上。六郎为何麦盖好了被子，
本想着院外的菜地里还没浇完水，想将活计一气做完，可看着何麦纯洁无瑕的脸庞，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了。而如此干净勾人的小脸，六郎多看了一会儿，便觉得心痒酥麻。六郎不忍心有动作吵醒他，便在吻了几口他的小耳垂之后，悄悄地爬下了床。何麦是被一阵饭菜的香气勾住了馋虫，跟着馋虫爬起来的。灶房里亮着灯，透过窗子还能看见六郎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做什么好吃的呢？煮点粥。粥好啊，好久没喝了。真香。看我这手艺，去摊子上给你当帮手还够格。太够格了。真正的杨六郎早在几年前便充了军，去了漠北一带打仗，早已经死在了战场。何麦妹子，每日睡在你身旁的这个男人，你真的知道他是谁吗？这户部册上每家每户除户主之外，亲属中无论男女，有残疾者必做记载。杨六郎，丁，大周39年5月1日生，清河镇小青村人，生即右眼渺。杨六郎根本就是个独眼半瞎子，这事儿只有给接生杨六郎的产婆和户籍官知道。杨家花了银子堵住他们的嘴，却拦不住户籍官的笔。这一点我倒是能作证。幼时同杨六郎玩耍，他的眼睛的确有一只不大好用，不过他自己却不承认。你若真是杨大哥，早在半年多前我试你时，你便该知道，我根本不曾用竹条伤过你的左边肩膀，我当时伤到的是右肩。你不是六郎小子，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把六郎小子藏哪儿了？何麦，对不住。就凭你有户口簿册，就能冤枉六郎不是六郎？就凭你红口白牙说六郎肩膀有伤，就能说明他不是六郎？冒充他人姓名，就算我不管，官府也有人管。谁说我不是杨六郎的？先天之症，后天治愈。红兄没有见过有此等高超医术的神医，难道还没有听说过吗？我有一位关系甚好的兄弟叫徐江，乃是神医化名之徒。我先天苗眼，便是被徐江和化名老先生治好的。世上疑难杂症千种百种，我胆敢放言，没有化名师徒解决不了的病症。我作证，我可以作证，徐江兄弟的医术的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尤其是徐江兄自制的良药，几乎有神奇的作用。即便是眼疾，也的确能治。眼疾尚可治愈，更莫说肩头的伤痕了。10几年前幼时的事情，我早忘得一干二净。若非因你是何麦的妹妹，我连你这个人都记不起来。况且先前的熊掌伤痕都不见，更何谈区区竹条的伤痕。而几年前我的确随军征战，但并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好好的回来了。他到底只是一个普通猎户，还是一个身份成谜的家伙？你心里应当最清楚吧。林和麦，你就是一个傻子，你说这些不过是对六郎还不死心。不妨告诉你吧，就算六郎有再多的秘密，他也是我的男人，这一辈子我都不会离开他。你永远也见不到我们分开的那一天。一转眼，徐江离开小青村已经半年多了。徐江来信了。徐大哥是回来了吗？和平瑶姑娘一起？不是，他要年后才能回来。他查到了一些关于你病症的消息，要告诉你。要告诉我什么？徐江说，你中了一种叫灰幽草的毒，这种草药生长在极寒之地，本身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但同样服下这种草药也会给人带来失去记忆的后果。那这灭幽草的毒能解吗？灭幽草毒性极强，人一旦中了此毒，
失去记忆之后，便很难解除灭油草的毒性，但也不是药石无法医治的。何麦，你放心，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我都会陪你一起面对的。你不必担心我的呀，我从来都没有在乎过自己能不能治得好。不过是你不是说若是治不好我的病症，便不要和我做真夫妻吗？你这傻丫头，我怕的不过是在你日后后悔罢了。你是女儿家，这种事儿自然要多加慎重了。就算治好了我，想起从前的事情又如何？难道从前的我就不是我了吗？我现在既然喜欢你，那从前的我遇见你也一样会喜欢你。你每日都要忍着，不难受吗？这话，你跟谁学的？我是听张阔说的。他说他昨儿逛了一宿的窑子，说那的姑娘会劝酒，生生折腾了他一夜。我便问，那他既然不喜欢被折腾，干嘛要留下？他说那些姑娘折腾的他难受，他忍不住。那家伙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李长安说的没错，他就是个不正经的。何麦，你往后少和他说话。铺子重新装潢的事情自然又交给了六郎的那帮兄弟。2间小店面彻底被打通，墙壁被粉刷一新，地面上铺着木质的光滑板子，马二在墙边垒了2个灶台，烟囱通向屋外，可比何麦的自带小锅炉强了不知多少倍。嘿，六郎那个跟我说要弄个这样的柜子装酒嘞，嘿嘿。装酒？去清河镇的酒房进些酒水，然后拿到铺子上卖。虽然利润低了些，不过也能让你多一笔进项，不是？我怎么没想到？我原先只想着早上的时候喝酒的人少，并不曾打过这个主意。不过如今咱们的店面上每日来往这么多人，喝酒的人恐怕不会少了。再说喝不了，咱们还可以自己留着喝。就是，我一顿还能喝半斤嘞，要是卖不出去，都归我好了。店面装潢后还需要通风2天，这空档何麦碰巧能喘一口气，和六郎歇息1-2日。何麦丫头，可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这些日子早出晚归的，听说是在青芦村做生意嘞，开了个摊子卖包子粥，一点小本生意罢了，赚的是个辛苦钱。哟，可不是小本生意吧？我那日听说啊，你的2个可不是摊子，而是2个店面呀。2个店面怕是不小，也不知你那儿还缺不缺人手了？不缺了，我嫂子跟她姐妹就在摊子上帮忙呢，人手是够了，何况2个小店面开到辰时就收摊了，用不得多少人手的。我真的知道怎么生孩子了。好了，知道便知道。这事真的羞人的很呢。那天在破庙里，我瞧徐寡妇和光头在一起做这事儿，他们却不觉得羞，反倒很快乐。六郎，是不是人和人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哎，你这小丫头，这些话怎能说出来？知不知羞的呀？知羞啊，可咱们是夫妻，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些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往后还不是要做？你这样子叫挑逗，会惹火的。惹火？惹火便惹火，熄灭了不就是了？你的顾忌总是那样多，若我是你，这会儿咱们的孩子怕是都要出来了。情势本难耐，他又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何况何麦这一早上犹如勾引般的挑逗着自己。何麦自从在破庙中窥视到了徐寡妇和那光头所做的事情之后，对男女之事早有了几分了解。他大着胆子，一面与六郎亲吻，一面睁开眼，细细地打量他入情时的俊颜。六郎通红如玉的脸上泛着薄薄红晕，将他分明的棱角镀上了一层熏人的稚气，感染的何麦也浑身发烫，脑袋昏沉沉的。他比以往每次亲吻时都大胆了许多，
甚至颤颤地伸出手去捧住六郎的脑袋。如果六郎能忍受何麦这般动心动情的挑逗而不做任何反应的话，恐怕他都瞧不起自己。可他脑袋里的火热却渐渐开始消失了。这几日都不行。他恼火地说，那日在医馆你忘了郎中和你嘱咐的话。那日郎中和我嘱咐说你体内毒素虽然不会伤到你的身体，但半个月内不能房事的。六郎咬咬牙冲出了屋里，到院外接了一桶凉水，直接地泼到了自己的身上。幸好想起来了，否则伤害到何麦如何是好啊？再这么来几次，他怕是都要有隐疾了。这该不会就是徐江写给六郎的信吧？届时回朝复命，圣上必然下旨订婚。你与许家大小姐的婚约难违，若无对策，莫不如乐享其人之福。许家大小姐是许二小姐的姐姐吗？何麦的眼珠里有泪花打转，他整个人如同坠进了冰窟一般，万般难过。他最信任的六郎，最依赖的六郎，原来早有婚约在身。那他算什么？他的泪珠断了线似的砸下来，不要命地向外涌着泪水。他就知道六郎这样优秀的男人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他早晚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许江，六郎望着面前的人，微微愣住了。见我怎这般惊讶？我信上不是说了，这几日便随信赶到吗？信？哦，我还没看到信。你没看到？信使怎么来的比我还慢？嗨，罢了。哎，我有事情找你啊，快走，平遥还在镇子上等我呢。他随你一同回来的？当然。我们3个一起回来的。你竟然，我当爹了啊！恭喜啊！看来你还没有得手啊！我怎么说你才好呢？对女人，你怎么就是硬不起来呀？这是我们夫妻的私事儿，你莫掺和。你哭过了？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知道了些什么？所以他原形毕露了，是不是？不是，我累得很，还是先回去。你不相信我，这没什么。可若你心里的委屈找不到人说，会憋坏的。哎，如果你真的很难受，不妨试着相信我，我不会像别人那样让你失望的。我知道你是好人，张阔，谢谢你。我先回去了，明儿见。何麦，回来了？早上怎么不等我呀？你自己一个人去，路上多没意思啊。没什么没意思的，以后总是要自己一个人的，早点习惯才好。何麦，你怪我早上来晚，生气了吗？许江回来了，他跟许二姑娘一起回来的，现在还在镇上，晚上的时候便能回来了。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许江说他找到了一种药方，能针对你的病症，定会有所效果的。他们回来了，你高兴极了，对不对？许江回来，我自然是高兴的。一来你的病症可以快点治愈，二来我和徐江的生意是可以快点去履行你和许家大小姐的婚约吧。何麦，你如果不是我看到了那封信，你还要骗我多久？杨六郎，你有没有一点良心？我没有想骗你，只是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真相的时候。别再拿这话敷衍我了，是我蠢，一直傻乎乎的信任着你，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你一定也觉得我很好骗吧？哎，你要去哪儿啊？与你有什么关系？你骗了我这么久，难道还要求我对你句句实话吗？何麦，别任性，跟许家大小姐的婚约，我实在是不得已。我再也不会信你说的话了，也不会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去外面住一段时间，你莫管我，你也没资格管我。
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来这儿住离小事近，不用起大早。哼，好借口。就是这样。你知道什么你就在那儿笑？你是为了躲杨六郎才来的吧？跟你没关系。李长安那儿没地方吧？哎，要不你住我家？我可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啊。我家地方大得很，3进的宅子，莫说一个你了，就是3个你来了都能住得下。铺子里还有位置，我在那儿住就行。你一个姑娘家要打地铺？哎，随你便吧。你若乐意来啊，只管往长汀街南的裁缝铺去，路口的第3家民宅啊，门口有酒摊的便是我家。哎，杨兄是怕了不敢进去吗？好，张兄半夜出现在这儿，难道是一路监视我来的？哼，不监视你，难道监视何麦啊？她是我妻子，我自然有义务保护她，而你不过是个外人，没有资格参与进我们夫妻的关系。哼，就算你们还是夫妻，可恐怕也只是有个夫妻之名吧。嗨，这小丫头有时候笨得可爱，也难怪你下不来手。你最好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你再胡言乱语，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嗨，哎呀，也不知何麦知道了些什么，怎么会对你如此失望呢？杨六郎，我果真没有看错啊，你的确带着满身的秘密，我的身份并没有什么特殊，恐怕你知道才会失望。张阔，倘若我知道你对何麦有一丝半毫的越轨行为，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些我都可以解释，我的确是用了他的身份。无论什么理由，你都不必和我解释了，我不会再信你的话。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真相，虽然荒谬残忍，但都是我亲手所找，亲眼所见。何麦，的确是我对你不住，可我这么做是遵了上头的君旨，而并非我刻意隐瞒。可你大可不必娶我的，用一个假意的名字，一个假意的身份，娶了一个笨女人，承认瞒着她，看着她傻乎乎的喜欢你，爱上你，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娶你是因为我心疼你，是因为只一眼我就想要保护你。我不同你说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保护你。枉你我同床共枕几百日，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肯给我。每日睡在我身旁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不想骗你，我一定会告诉你真相和实情，可不是现在。你等等我好不好？只要李家庄的事情安稳下来，我一定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不想知道了，你是个骗子，我再也不信你的话了。杨六郎，你我夫妻缘尽，咱们和离吧。从何麦与六郎说了和离一事后，青村山脚下的杨家小院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而六郎也不知是自愧还是怕见了何麦的面被提起和离一事，竟也未曾出现在何麦面前过。还是给我吧，他去了镇上，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左右我住得近，情愿帮你这个忙。你倒是沉得住气啊，可有10来天没跟何麦说话了吧？啊？看样子你是没脸再见他了。何麦是我的女人，不管她同我闹成什么样子，总不会有你上场的份儿。我上不上场总不是你说的算，本来我也没打算对何麦做什么。不过现在你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这么说，连何麦如今已经有家不回，专宿那捕头的家中了。是，他这半个月偶尔回村一趟，也只是看老太太，但从未往家里走过一步。他跟杨六郎可有好些日子不见了。不过他只是宿在那捕头家1日，况且跟他却守节得很，从未越轨。住都住过了，越轨不还是早晚的事吗？
我还道怎么才能让这女人吃些苦头，如今看来却是件容易的事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很快。那捕头啊，不是个好对付的，得先想个法子困住他才行。谁在外面？何麦正看见门边一根木管子支了进来，里面正冒出薄薄的白烟进来。你是什么人？放在香屋里吹了什么东西？你这小娘子好大的力气！这小娘们居然会功夫，今日必得得手，否则回去受罚的便是咱们。何麦，何麦！张阔常年出入花凤阁，青楼中的那些寻欢作乐的法子，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他登时便明白何麦被人下的是什么药。呀，拍什么拍？医馆关门了，你去别处找郎中吧。老子是清河镇的捕快张阔，立即叫你家大夫滚出来救人，否则老子明天定砸了你家的招牌。我家郎中昨日害病在身，去临江探病了呀。六郎哥，快去救何麦姐，她被李家庄的人下了药。永义粥包铺的门紧关着，门前不远处蹲着个人，正是张阔。他只道何麦身上的药效挨过1-2个时辰便能挺过去，便觉着先在门前守着。六郎见到粥包铺的门里亮着灯，便要往里面冲去。你不能进去，滚开！她在里面很安全，你不能进去。她是我的妻子，我不能进去，你又算什么东西？哼！今日我在这儿，你就别想进去。六郎，我好难受。再忍一会儿，别怕，别怕，一会儿见了徐江你就好了，忍耐一会儿。喂，徐江，徐江，谁下的药？竟还在媚草中添了一味火滴子，嗨，真够毒的。你别问庞太，告诉我，这药到底怎么解？这没法解，你没法解。这药可比青楼的老鸨调教雏用的药还要狠毒3分。现在这毒已经攻到了血脉，何麦的鼻腔耳膜怕是都受损了。可就算这毒挨过去了，也要有几日听不见声音的。不过你不要担心啊，有我在，他的身体倒不会有什么病症遗留。可现在怎么解啊？这是媚草，自然要与人交欢才能解。怎么解？难道要我教你啊？你犹豫个什么呀？你再不给他解毒，一会儿毒性攻到眼睛，何麦怕是要几日看不见东西的。就算我能医治好，也要吃一阵子苦不是？我说你该不会是不行吧？我那儿好些个大补药，见效快，你看要不要？把门关上，是我没保护好你，说你怪我，等你醒来时便好好打我一顿，出出气。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还手。何麦，这辈子我都会好好对你的。何麦早已被那药烧得糊糊涂涂的，而在六郎来了之后，他勉强恢复了一些神智。瞧到眼前的服侍照顾自己的便是他，一颗心终于落到肚子里，可以彻底的糊涂过去了。一连串的低吟细语从他的口中迸发出来，如同夜里从所未闻的黄莺婉转啼叫。六郎何曾见过如此热情如火的何麦？在他或猛烈或娇憨的口舌冲撞下，一身理智早已溃不成军。当衣衫渐退，他看着身下如同珍珠般纯洁无瑕又热情如火的何麦，恨不能将他掰碎了揉进自己的怀里。一桨一浪，犹似破蛋魂销。此种滋味，直待绿岸鸿飞，方雨收云散。两人皆是初尝人世，奈何何麦身上这把烈火，足让细碎的月光在六郎的背上当了个把时辰有余。
昨夜下口重了些，现在还痛不痛？别怕，你听不到身媚药的后遗症，下周去徐江那儿，他给你开几副药就好了。我记得我跑到当铺去了，我是怎么回来的？六郎给他写：我去了青芦村，带你回来找的徐江，此药无法可解，只能……何麦看到床上那么殷红的痕迹，当时脸热又羞愧，还有些难过。何麦，何麦！只见何麦哭得满脸是泪，委屈极了，此刻又羞于见他，便一个劲儿地往被窝里钻。你若还乱动，我怕是要忍不住再吃你一次的。我们去找徐江，让他给你开几副药，治好耳朵。不去，我哪儿也不去。那我叫他来。不准来！咱们这算什么？都要和离了，怎还做成真夫妻了？还要和离？自然。昨日你就是这么吻我的，可还记得？有吗？我要回去。回去做什么？我自己待着很好，不用被你欺负。我这哪里欺负你啊？你从前不是老嚷着要和我做真夫妻吗？你骗我的事儿还没过去呢。小黑，去关门。不准看，不准。又是一场雨收云散，两人昏沉睡去。我早就估计何麦不会来的，我着实不太方便过去。那个，兄弟，还是好心劝你一句，凡事还是有个度好，那事儿伤身灵。张阔，这不是杨六郎家的小娘子吗？不通你的好夫君在家待着，来这儿做什么呀？我有事情找你说，可，罢了，还是下次见你再说吧。左右现在也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说。何麦姐的耳朵听不见呀，张大哥，你先松手。什么？听不见？唬谁呢？不想听我说话，还做什么跑到我面前来？这等恶劣的借口，林何麦，你还来找我做什么？走吧，他耍酒疯呢，别理他。现在时辰还早，我要去一趟镇上，想何麦现在和我去怕是不太方便，便将这草药拿来，让他先服了，晚上我再来接他。呀，那何麦姐还要自己留在这儿，可不成？若是李家庄的人还来害他咋办呢？哼，不会，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有伤害何麦的可能了。他们都是来保护何麦姐的，何麦姐真好命。既然你这么想念六郎哥，那就去见他呀，憋着自己做什么？谁想念他了？我只是好奇问一下罢了。切，你让六郎哥有家回不得呀，成天往马二那跑。对了，六郎哥的师傅要来了，你知道吗？来就来吧，说不定他师傅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和离了。难道那时候还要我去见他吗？你怎么总是把和离挂在嘴边啊？你没听村里老人说过吗？这二婚的女子跟寡妇没啥区别啊。好端端的，你做什么和六郎哥这么闹？从那天早上他去了铺子之后，原本打算再宿在铺子里的，可被六郎生拉硬拽了回来，见他态度坚决不与他同住，便说即便出去也应当是做男人的去找地方住。现下他每日住在杨家的小院里，成天也见不到六郎的影子，他心里是想念着他的。是听李正伯说的嘞，早好些日子之前，朝廷里的那个什么相就被人看住抓起来了，这些日子审问尽数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听说那铁矿也是那相的家资，也要没收嘞。是宰相？对，就是那玩意儿。我去问马二，他不肯告诉我呀，我估摸着这事儿就是他们办的呢。我不走，要我离开，凭什么？李家庄保不住了，要不是看你怀了老子的骨肉，谁乐意带你一个贱骨头上路啊？夫人，
您还是下去吧。上次您调了李家庄的人出去擅自行动的事儿，已经犯了员外的大忌啊，员外的气儿还没消呢。那我还不是为了李家庄着想？谁知道李家庄养了一帮废物，连一个女人都收拾不了。贱货，只会误我的大事。我早和你说过，莫对那杨六郎起什么歪歹主意，你偏不听。杨六郎有什么了不起？我就看那女人不顺眼，想出气罢了。你自己犯了朝廷的忌讳，做什么都赖在我头上。那杨六郎根本就是朝廷的人，你动他的女人，他怎么会不跟咱们李家庄反目成仇啊？7日之后，大州虎威将军马志龙率兵3000，将昔日无恶不作、丧尽天良李家庄一干人等尽数捉拿。但在逮捕羁押的途中，马志龙却发现恶人之首李征和其妻林和苗并非本人，而是被调了包。尽管如此，这为祸永安镇及清河镇数年之久的恶霸终于落网，还是让不少人大快人心。何麦，听说他们的军营驻扎在清河镇郊外，要不咱们2个去看看那位马将军如何？你去吧，我不去。哎呦，好何麦，好姐姐，你就陪我去吧。我都7、8日没有见那马二了，你不也很久没有见那六郎哥了吗？我不想去，你要去的话，不妨去叫春花好了。春花跟我一个日子成婚，她家现在忙得很，哪像我这么清闲，什么都是现成的。好何麦，我不去啊，我说你也别去了。听说军营里的人都很凶的，你想想，他们成日在沙场上杀人打仗，身上煞气很重呢。你是新娘子，还是不要去那种地方好。那你更要陪我去了，你胆子那么大，可以保护我的不是？在山草的喋喋不休之下，何麦终于举手投降，答应陪山草去一趟军营。军营就在清河镇的10里之外的明月河处。2人晌午时候动身，是赶着驴车去的。才到了清河镇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何麦跟山草入了军帐之后，向上座瞥去，正看到一身戎装盔甲的六郎，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你穿上这身衣裳还挺好看的，你真是那马将军的侄子呀？是，嘿嘿，你真聪明，哎，居然猜到了。马将军有什么稀奇啊？嘿嘿，你还不是马将军的侄媳妇吗？我是来给你送衣裳的，我怕你冷呢。现在看你穿这么厚的壳子，也不冷了吧？这壳子重得很呢，穿着一点也不舒服。哎，还是你给我缝的衣裳好啊。若是你也来，我便去迎你了。我本不想来，是山草硬拉着。是何麦说他想你了，又不肯拉下面子来，才被我拽着来的呢。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回去。哎，铁矿的事宜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今晚就能派兵去驻守了。本来我和叔父还有六郎他们也准备一会儿回小青村去呢。这些天想我了吗？那你想我了吗？自然想了，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可又不能回去看你，心里好生焦急。看来我还是没你的军中大事重要，你的想念也不过如此。军中事务的确紧要，可若你想要见我，我就算挤出吃饭的时间也要去看你。可你不是不愿意见我吗？我怕我回去了，你再从家跑出来，到时候找不到你，可怎么是好啊？何麦，你还气吗？那件事我早就忘了。你的手松开一些，勒得太紧了，我喘不过气。我记得你很喜欢我紧抱着你的，这样的力道对你来说正好才对。那是从前，我现在……你现在不喜欢我了？一行人没过多久便回到了小青村里。来，何麦，这杯酒我要敬你。
师傅，这怎么行得通？您是六郎的师傅，应当是我见您才行。老夫在军中也算有些威望，不过见了你们，就如同见了自家的孩儿，亲切得很。前阵子我听六郎这小子说，他把你给得罪了，想要回去看看你，确实不敢。便同我说了你们从认识到成婚以来的事情。哎，何麦啊，他瞒你的这件事儿，的确是六郎做的不对。换成是这世上哪个姑娘，怕是都要大闹一场不可。哼哼，他这小子好命，得了个贤惠妻，耳根清净的很呐。师傅，其实你知道六郎他是奉了陛下的旨意，蛰伏于李家庄附近监探那铁矿的吗？这不是简单的任务，须得隐姓埋名，任务完成前一刻，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恢复身份。此间他不能随意同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若是将真相告诉你，恐怕他不但要被治罪，少不得你也要受罚呢。我这徒儿向来情深义重，好不容易讨了一房媳妇儿，又怎么舍得看你吃苦啊？师傅，这本是我和六郎的私下事，搅得您老人家参与进来，实在过意不去。您放心好了，我们会好好商谈此事，不会叫您操心了。何麦，骗你的确是我不对，可正如师父所言，若我将事情真相告诉于你，一来是我泄露了朝廷机密，二来若告诉你，只会增加你的危险，所以我瞒了你这么久。可你为什么要冒用杨六郎这个名字？杨六郎不是别人，曾经和徐江、马二他们一样，也是我军中出生入死的兄弟。他的的确确是小星村人士，可我们在南漠征战的时候，他为了救我负伤，最后伤重不治，离我们兄弟而去。我和他最大的巧合便是，他唤作六郎，而我原来在家排名第6，我娘小的时候也唤我六郎，而他父母双亡，我亦是。但你本名？姓常，名安。原来他不叫杨六郎，而叫常六郎。那婚约呢？许家曾经与我有恩，后来圣上赐婚，再加上许大人当时对我的恩情，我如何都不能推拒。但对于许大小姐，我半点情意都不相投。后来我渐渐厌倦了朝堂，便来到了这儿。此后见到了你，我便知道谁才是命中让我心动的女人了。与许家的婚事，我自然会推辞。我既然不再会是朝堂中人，许家自然不会再看上我一个乡野村夫了。那以后呢？铁矿的事情被善后之后，你们是不是就要离开这了？但我既然早就厌倦了朝堂沙场，又哪里肯再一次回去呢？我倒是也想试试卸甲归田的生活，一生一世都陪着你。你真的不会走了？真的。何曼，从前我是什么样子的，以后我还会是什么样子。从前你唤我六郎，以后还唤我六郎。我想要你的一生一世都和我在一起，这辈子我们再不分开。何曼，你可愿意？愿意。哎呀！何曼一声娇憨的轻呼，更惹得六郎情欲迸发。两人都是青年男女，身强力壮。上次初尝情事后，一连空虚了这般多的时日，今日再一相贴，自然非得进了这鱼水之欢不可。少顷，便听屋里传来一阵旖旎的暧昧之声，云欢雨爱，好不缠绵。什么时辰了？快吃晚饭了。没力气做饭。我做给你吃。听到灶房里传来噼啪的炒菜声的时候，何麦懒懒地从炕上坐起来，穿好衣裳。歇过劲来了。讨厌。何麦轻嗔了一句，倚在一旁看六郎做菜。六郎的手里操着菜刀，正仔细地一下下地切着萝卜，手指分明而修长，
这双手既弯得了弓，又搭得了箭，还能烧火煮饭、操刀做菜，可柔可刚，可进可攻。何麦想着想着，脸不禁红了起来，忙站直了身体，又去打量六郎的脸。六郎的脸就和镇上画舫里的山水墨画似的，就是好看呢。六郎，你真的不会走了，对不对？当然啊，就算何麦你厌烦了我，赶我走，撵我走，我都不会走的。何麦闭上眼睛，六郎身上的味道远比饭菜的味道更令他着迷。他一点点的抱紧，说什么都不肯撒手。前个儿你嫂子身子不舒服，给徐郎中请到家里来，你嫂子呀有喜啦。有喜了？可不，你这丫头什么时候给我来个信儿？何麦被问住，他跟六郎几乎夜夜都要好好厮磨一番。他哥那读书人的身子骨娶了媳妇都有消息了，他两个怎么还没有呢？怀孕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哪儿是催得的？哎，再说他们俩年纪还小，孩子出来晚点也没什么。你是不是很羡慕我哥？此话从何说起啊？我看你方才看春花的眼睛都直了，是不是很羡慕我哥娶了一个争气的媳妇儿，刚嫁进来没几月就有身孕了？我是不是啊？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哎，我该有多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才去羡慕你哥。一个孩子罢了，有没有都没什么影响。就算真有了孩子，我疼他也是因为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而不会因为他影响跟你的感情。女人生孩子很疼的，何麦，其实我们不要都可以，真的。傻子，还不过来？冬天烧水不容易，我就是叫你一起洗，你可不许想歪了。你轻着点儿，一会儿怎么睡觉？还睡什么呀？那别乱动呀！喂！那双灵活宽厚的大掌顺着他的腰肢找到了他身上柔软的地方。去床上，去床上。去什么床上？我问到了，真的有窍门。你急什么？天天一处抱着，还这么猴急？什么窍门？就是行房的时候，在那儿垫东西。好了，两具温暖柔软的身子交融在一起，亲吻、抚摸、疼爱，这么做就很快能有小宝宝了吗？何麦跟六郎的孩子还没半点踪影的时候，徐江那边却已经抱上了娃。给我看一眼孩子，孩子叫什么才好？叫啥都行。媳妇儿，你辛苦了。这破孩子还好意思要名字呢。既然天亮时候把他生的，就叫破小吧。破孩子，哼！孩子现在皱巴巴的，还看不出什么呢。丫头，你也累坏了，歇着吧。孩子有我照看着，别担心，睡吧。谢谢奶奶。马儿哥和大成哥他们怕是还不知道孩子生下来的消息吧？原本算的日子要再过5、6日呢，现在他们自然不会来的。下周我去马儿那儿一趟，告诉他，大成他们也就知道了。下周我和你一起去。老子要当爹啦！老子要当爹啦！哈哈！嘘，你小声点，干啥呀？咦，何麦、六郎哥，你们咋来了？六郎弟妹，我他娘的当爹了！哎，你们听到没有？上草有喜了，我的。听到了，恭喜恭喜！六郎，他们怎么一下子都怀孕了呢？山草比我还小1岁呢，她都有喜了。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天，怎么还没喜儿？那窍门也没用啊！哎，不就有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啊，
比咱们晚成亲的人都当爹当娘了，咱们得赶快要一个啊！这不是急得来的事儿，何麦。还是赶快要一个孩子吧，就算生孩子疼一点也没什么，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有没有孩子，我都无所谓的。能和你在一起，已经很幸福了，何麦。平遥妹妹的身子比我瘦弱那么多呢，她都能坚持过来，我怎么不能？何麦，你真的不必如此着急。何况咱们现在要孩子的频率已经很高了。六郎，六郎，你是承受不了吗？不是，我只是怕累到你。我没事啊，我就想快点要上孩子，你不累就行。走，回家。姑娘，你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你有没有家人？你走丢了吗？要不我们带你去报官？六郎，他好像是哑巴，听不懂我说话。那我们给他带到衙门去。带到衙门去会怎样？这样流浪人很多，有的是灾民，有的是被拐卖来的。去了衙门，衙门会差人给他们送到一处院子里，专管他们这样的人，每天吃粥，饿不死就是了。好惨啊，那他连身衣裳都没得换。何麦看着那女人身上脏兮兮的衣裳，心里有些同情，也有些别的说不清的情愫在里面。这让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给这女人带回家洗个澡再说。姑娘，你别乱动啊，你自己能洗吗？要是能，我就出去，还省事了呢。乖哦，咱们先洗澡，乖乖洗好澡，我就带你回家。带你回家好不好？怎么是你？面前这女人可不正是年前他跟六郎在山腰的木棚里见到的楚白水手中的病人吗？你不是跟楚郎中一起走的吗？怎么自己回来了？楚白水跟你走散了吗？你们不是要去皇都吗？你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我好帮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总得告诉我吧？你姓钟，那你叫什么呢？唉，好好的一个美人，怎么傻了？真可惜。我叫徐江过来看看吧。也好，要是能给她治好，咱们就帮她治了吧。这么漂亮的女人，好可惜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叫你什么呢？也不知道你多大，反正比我大。要不叫你周美人吧。你喜欢这个名字，那以后你就叫周美人。你们俩呀，可真够多管闲事的。现在流浪拾荒的多了去了，怎么还往自己家里带呢？还要治病呢。出来呀，徐大哥来了，你让他给你把把脉，好治病。你要是不出来，那我就喊徐大哥进来了。怎么还藏到柜子里去了？出来吧，我不吃人。哎，你别躲啊，怕什么？就把把脉，又不失真。我听说有那种悬丝诊脉的大夫呢，你会不会悬丝诊脉？什么悬丝诊脉？都是胡扯，那都是骗人的把戏，你怎能信呢？没有就算了，他不肯配合呀，怎么办？那我就没办法了。唉，那我回去陪孩子啦。哎，刚出来的时候平遥喂奶呢，六郎就给我拉走了。嗨，宋大哥也没消息，楚兄离开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会儿恐怕还在路上呢。看来只能先安置周美人在咱家住下了。只能先如此了。我不能总陪着你睡觉啊，你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能自己睡觉吗？不行，今晚我不陪你了，这张小床本来也躺不下2人，我要回去了。这就哭了？那最后一晚了，明天我一定要回去睡了。六郎在门口巴巴地听到何曼说今晚不回屋里去睡，很泄气地叹了一声。次日又陪钟美人在家待了1天，晚上的时候钟美人果然依言准许何曼回屋去了。明天咱们都出去开摊子了，钟美人在家怎么办呢？哎，
要不让他去奶奶那儿？不行不行，嫂子现在怀孕，本来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平日都是奶奶照顾，哥也不在身边，这会儿再送去一个中美人，可算了吧。那让他自己在家关好门呢？我担心小黑他们啊。要不带着他？那就带着吧，带在身边，就让他在铺子里待着，一步都不许出去。铺子里咋说5、6双眼睛呢，还看不住一个大活人吗？哎，这个大姐姐是谁啊？怎么生得这般好看？去，什么大姐姐？她叫钟美人。美人姐姐，美人姐姐，哎，美人姐姐，你饿不饿？渴不渴呀？你别坐在这儿啊，这块地我刚拖完还没干呢，会脏了你的脚的。哎，妹子，你心地真好，多少无家可归的人要是遇见你，就是遇上菩萨了呀。包子铺的炊烟升起来，没多久，锅里的萝卜羊杂汤和粥的香味儿也飘远了。来，尝尝煎包子。还有肉烧饼嘞，嘿嘿。我站着吃，省得一会儿有客人呀。下昼的时候，徐江又被六郎请过来一趟。何麦本打算让徐江趁着钟美人睡觉的功夫去给他号脉好治病，谁知门刚打开一道缝，就看到门里一双熠熠而黑润的眼睛向外看着。徐江顾忌那天被钟美人推的那一下，不敢硬碰硬，转身给了药草之后便要走了。到了晚上，何麦站在门前踌躇着巴望小山坡，到了星光漫天也没见到钟美人的影子。我去找找吧。哎，何麦，晚上不许上山。可钟美人，山上的野兽冬眠了这么久，现在都开始活动，你知道现在上山的后果吧？如果真要找，先让小黑去吧，去试试，山别上太高。两人在屋里有些焦灼地等了一会儿，就看小黑叼着一块布条回来了。那布条可不正是何麦给钟美人的衣服上的布条吗？小黑带路。钟美人，钟美人，钟美人，你在哪儿啊？快出来，我们回家了，吃宵夜好不好？钟美人，你怎么自己跑到这儿来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长君轻启，长君，钟美人，你认识我爹吗？长君，钟美人，你认识长君吗？难道你认识我爹吗？是毒，他体内应是中了一种毒。什么毒这么厉害？是不是这毒让他傻了的？能不能治好？他的情况很复杂，现在还不好说呢，须得等我再行检验一番，才能知道是什么毒侵害得他神志不清。现在我能做的便是暂时压制住他的疼痛，让他短时间内平静一些。这女人功夫这么高，神志又不清楚，留在家里是个麻烦。刘郎，绝不能让她留在家里啊！可现在还没有地方给她送走呢。哎，永安镇那儿怎么样？那儿不是有个石洲棚吗？让她去那儿，好好劝劝何麦，否则真招来麻烦就晚了。咱们当初不就是打算把她接到家里，先照顾她几天，然后等楚家那边的消息吗？眼下楚兄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传来，咱们总不能总是留着她呀。只是萍水相逢罢了，咱们也不是将她撵出去，只是另给她寻个安身之处。何麦，你觉得怎么样？可钟美人在咱们家也只是多了一张嘴吃饭，她那么可怜，现在去外面一定会被人欺负的。六郎，为什么你和奶奶还有徐大哥都容不下她呢？可咱们能管得了她多久啊？你忘记了她也曾经是钟家的家主吗？她有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亲友，一旦有了她的消息，
那他马上也会被接走的，不是？他毕竟不是咱们的家人，为何非要留下他呢？哈吉将军，这就是我们夫人，好好的呢，可费了我一番心思找寻呐。不过他脑袋有病，现在已经傻了，怕是认不得人的。这就是堂堂虎贲将军晏行的老婆，长得倒是颇有姿色，不过嘛，年纪可不轻了。是，他今年都30有5了。不过晏将军疼爱他，疼爱得很。晏行是谁啊？是驻守北疆的大将军，同师父驻守在南漠一样，都是大周的守护神，也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周虎将。想不到钟美人竟是晏行将军的夫人。我也没有想到，原来这是机密，所以楚郎中才一直不肯透露钟美人的身份的。现在人既然已经找到了，那便赶紧上路，大军还在等着这娘们做人质，好要挟晏行呢。哈吉将军，您怕是不知道吧？他脑袋虽然傻了，但是这身上的功夫可还在的。他们人多势众，个个又都是亡命之徒，一会儿你只管跑得远远的，往铁矿处跑，见了铁矿附近驻守的官兵，去请他们过来帮忙，就说有外敌入侵，记住了吗？记住了，可你一个人怎么行？不用担心，我轻功好，况且钟美人也认得我，我们2个一起逃，料那大胡子追不上我们的。楚郎中，杨大嫂，你怎么在这儿啊？夫人被北疆人劫持了，在那边的土地庙。夫人果真在此处，情报果然没错。杨大嫂，烦请带路，这里很危险，我不想让你看到这样的场面。没什么危险的，你在呢。杨大哥，杨大嫂，你们快把解毒草含在嘴里，迷谷药林的瘴气远比你们想象的可怕，这娘们的性命可比我们值钱许多呢。哼，我不过是一介武夫，我死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北疆英雄站起来，可这娘们死了，晏行可就没老婆了。放了我们夫人，我给你留全尸。难道我挟持这娘们到现在只为了留个全尸吗？废话少说，你们2个自废双臂，说不定我才会带着这娘们出这瘴林子，救她一命。北疆人怎么不中毒？北疆地域绵山不断，他们自小便服食草药如吃饭一般，个个练得百毒不侵，不过寿命也很短便是了。放开晏夫人，我保证不杀你，我才不信你们这些大周人，左右我不怕这瘴气。我看你们这帮冥顽不灵的蠢货，没多少时间了，我便看看再过一刻你们哪个还能活着，把人留下，否则别想活着离开药林。不可能，老子的命跟这婆娘系在一起，要是不能带她回去，老子左右也是死路一条。那你就乖乖投降，交代出有用的情报，或许我们将军还会留你一条狗命。你们大周的将军素来心狠手辣，对待俘虏也毫不手软，别想让我上当。你再不让开，我杀了这娘们儿。不要伤害她，钟美人。何妹，可倒也是不得已，既然你不放下晏夫人，那你就别想活着出去。那这娘们儿也死了，她可是晏行的婆娘，死在我手里，你也逃脱不了罪责。那我也绝不会让我朝将军的家眷落在北疆人的手里，被你们折磨，莫不如来个痛快。她是晏行将军的夫人，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你放了他，放了他，用我做人质。哎，六郎，别让他。何妹，抱歉了。何麦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到熟悉的房梁与房顶。六郎，嗨，你醒了？你怎么受伤了？哈，不碍事。
在药林里分神不小心伤到的。别顾着我了，你身子难不难受？六郎，咱们是怎么回来的？我怎么会昏过去？钟美人呢？她怎么样了？我见你不知，便即刻带你出来。你昏迷了3天，奶奶和春花都知道了，急得厉害。方才你醒来之前，他们和徐江刚走。至于燕夫人，她已经被燕兴将军的人带走了，你大可不必担心。现在他们应该在通往北疆的路上。那她脖子上的伤口怎么样了？她的脑伤好了一些没有？她没有找我吗？燕夫人身上的伤是皮肉伤，没什么大碍。至于脑伤，楚兄弟与燕夫人一路同行，我想有他在，燕夫人的脑伤一定能够治好的。这是燕夫人留给你的。这真的是钟美人给我的，真的。那就是说她苏醒过来了，神志也清醒了。可能吧。那她就是真的没事了。太好了。六郎，你听到了吗？钟美人竟然说她和燕将军喜欢读我的信呢，是我写的有意思吗？我竟然这么有文采。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甘之如饴呢。既然燕夫人让你多写一些，那你便写吧，我去给你磨磨。先不用，我得组织一下词语。说点什么好呢？不如写摊子上的生意怎么样？不好吧，那跟流水账似的，钟美人和燕将军看了不该烦了。这样，你写你记得的摊子上的生意，就写你看到的什么，想到了什么，再写明年咱们准备置办宅子，还要再去镇上开店铺，这样都跟你有关，燕夫人就喜欢看了。对好好写吧，写完了我给你送出去。秀珍婶儿，听说永旺叔这阵子常去临江那边跑货，也不知他在临江那边有没有听过我哥的消息。前阵子你叔不是往临江那边跑货吗？在码头见到的人也杂，结果在码头边上见到个后生，长得很像何林。然后呢，永旺叔有没有喊他？喊了，结果那后生听到你永旺叔的喊声，便带着孩子跑了。那后生肩膀上坐着个小孩儿，同他挺亲密的，好像是父子关系。我有话要对你说。我也有话要对你说。过几日我恐怕要到临江去一趟。你也要去？你去干什么？你可还记得我曾经说的烟花坊？那儿不是真正的烟花坊，是师父为了在临江安插眼线而设下的交接站。今日下昼的时候，交接站那儿来了消息，何林去年根本未曾赶考，从皇都中途他便回到了临江。在临江，他同一个少妇和一个孩童生活在一起。那人真的是林和林？确定。交接站兄弟的讯息还未曾有过不准确的时候。明天我忙完手头的事，直接坐船去临江。若是何林在那儿，我就直接带他回来。那你要快些回来。自然得快点回来，我的小娘子还在家等着我，我不快点回来，怎么和她造娃娃？我去熄灯。是夜，床旁的纱幔微微的有节奏的颤着，轻吟细语从纱幔间溢出来，装点了幽暗寂静的夜空。你是哪来的贼女子，来村里抢孩子？谁要抢你的孩子？我自己有孩子。是何林，他想孩子了，叫我把孩子抱过去看一眼。哎呀，哪来的贼婆娘，敢揪老娘的头发？你是何林的妹妹吧？何麦，他也来抢小虎，快报官！报个屁的官！乡下的土包子，你脑袋里只有报官是不是？你知道老娘是谁吗？就报官！何麦，报官！嫂子别怕，我在这儿呢，六郎也在，不会有事的。六郎，小虎给我，你去找李正。
把这要偷孩子的女人抓起来。哎，让你去你真去啊？你不认识我了？是你哥让我来接孩子的，你跟我犯什么毛病啊？我哥人呢？在青楼村啊。何林在青楼村，他去青楼村做啥？看我们的孩子。你以为就你能给何林生孩子？是女人都有地，有地就能播种。嫂子，你先回家。哎，孩子，几年不见，你还是这样子。你同以前不一样了，你穿得好了，脸圆了些，也有女人味了。我哥在青楼村什么地方？驿站。你想自己找去，我带你去。哥哥。妹妹。林鹤林，这是你做的好事。哎，妹妹，你说什么？你别叫我妹妹，我没你这样抛妻弃子、朝三暮四的哥。何麦，我没有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的良心呢？被狗吃了。这半年多来，你知不知道奶奶和嫂子是怎么惦记你的？你在外面有了女人孩子，就不顾家里的媳妇孩子死活了，是不是？我这半年来给家里去了多少信件，叫你们莫担心我再过1年半载便回了家去。半年不见，你还学会撒谎了？你说是往家里寄了信，我们又怎会一点消息都查不到？六郎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打听到你的下落？何林救我！你媳妇疯了！你这只狐狸精勾搭的何林没去赶考，勾搭他连小虎出生都没见到，现在你还要勾搭他路过家门，不见我们母子一眼，都是你这只狐狸精，都是你，我要杀了你！放开我！哎，六郎，来帮忙！妈呀！救命啊！杀人了！我非宰了你这个狐狸精不可！春花，我以为你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女人，我和秀儿根本就没什么。这次我将秀儿和灵儿带回家来，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般。灵儿这孩子自幼饱受磨难，他们母子活到现在实在不易。我那时想到春花和她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也是感同身受，动了恻隐之心。你知道灵儿不是你的？她当然不是。我知道，我自然知道的。灵儿她不是的，他们母子实在可怜，我便认了灵儿当我的义子。这几个月来，我在临江照料他们母子，也受了秀儿的照料。如今临江涌进大批的难民，所以我才将他们带回来，想帮他们寻一个可落脚之处。哥，你为什么没去赶考？我今后都无法赶考了。哥，你说什么？我以后都无法赶考，拿不到名次，参加不了乡试了。为什么？因为我被禁考，终身不得再踏入考场半步。妹妹，我想将秀儿跟灵儿的户籍落到这儿，再迁到咱们家来。啥？我想将秀儿跟灵儿的户籍迁到咱家来，再让灵儿跟我的姓林，以后跟小虎做兄弟。为什么？他们孤子寡母2个，在这世上实在活得艰难。秀儿在临江的时候就总是受人欺负，我想以后就让她留在小青村，咱们相互之间也有个照料。这就是你的理由？哥，你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想过嫂子的感受？小虎才多大，你让他长大后管秀儿叫什么呢？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想将秀儿纳进咱们家来？不，我一个穷酸书生，身上不傍着功名利禄，要纳什么妾呀？不，就算我这次衣锦还乡，也不会考虑纳妾。那我知道了，哥。但这世上可怜的人那么多，或许秀儿跟灵儿的确可怜，可你完全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帮她。若说拿出些盘缠，叫秀儿带着灵儿去找灵儿爹的话，那倒是没什么问题。或者等镇上和临江的灾民都散得差不多，送她回乡找地居住，也没什么打紧。只是
他绝不能搅乱咱家的日子，也再不能影响你和嫂子的感情了。我在那臭老婆子那儿吃了那么些天的苦，出来后你还让我住畜生住的地方，你怎想的？你是不是巴不得让我将你做的那点好事抖了出来？这地方挺好的，我已经将被褥铺好了，饭菜也做好了。你先在这儿将就一宿半宿，我明儿再另寻了地方安置下你和灵儿，可好啊？你先管好我吧，灵儿不必急着送到我这儿，左右她现在过得也滋润，她也比待在我跟前强。我便是这么想的。那你先在茅院住一宿，明儿咱们再……只这一宿？哎！何林没2天便来跟何麦张口要钱，何麦问他要多少，何林说500文便够。尽快给他找个能安身的地方。镇上有不少民户出去避难，房子空了下来，留给亲戚往外租。这样的房子你寻不到了，便给租下来，也能提早摆脱麻烦，不是？是。你好像很喜欢灵儿。灵儿乖巧懂事，我自然喜欢。这小子跟你倒是真投缘。这孩子跟我的确投缘。从前我有一个要好的兄弟，也与我十分的投缘。我们配合默契，在沙场上不知立下了多少的战功。后来呢？他是谁？现在在哪儿？后来他要继承家业，我要领兵打仗，便天各一方。他是平遥的哥哥。平遥的哥哥？那也就是那位许大小姐的哥哥了。是。灵儿也是姓许，想不到如此巧合。相公，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便莫多想了，多吃些菜，一会儿我哄小虎睡下了，给你捏捏腿。好，你先去吧，我随后就来。哥，说说你在皇都的事儿吧。你在殿试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被带上一个舞婢的名头？而这事儿秀儿又是怎么知道的？妹妹，你是怎么？那天你去给秀儿送粮食和银两，我和六郎都听到了。我没有舞弊。太过分了，就欺负咱们没钱没势，就将旁人舞弊的罪证推给哥你。哥，你当时怎么能认了呢？这罪压根就不能认啊。我哪里想认呢？可2位主考官相信，那舞弊的学子又将罪证推到我的身上，我认与不认，结果都摆在那儿。从皇都出来后，我便遇到了秀儿和灵儿。秀儿2年前离开之后，便嫁了人。她男人在沉船事故中死了，这2年她跟孩子相依为命。谁知到了临江后，秀儿便再不肯让我走了。她央我娶了她，带她走。我拒绝之后，秀儿就变了嘴脸。她揪住你在考场舞弊这条小辫子不放，开始不断的威胁你，不但威逼你带她回了小青村，还要你帮她找大房子住，不断的索求银两，是不是？是我没用，被这样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主父，他已经成亲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你又有什么不死心的？我们亲眼见到就不信。他很爱他的妻子，你最好不要做什么，你最好把我的话都记到心里去。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莫再耍性子。你若动了他的女人，你知道。哥哥还是担心自己吧。相比哥哥在边疆做下的那些荒唐事，主父似乎算不上出格呢。不过也亏得灵儿，不然我如何能说服父亲带着兵马前来寻找六郎？哥哥还得多谢你的荒唐事。主父，你最好不要。500兵马听令，小公子被此处的一窝土匪绑上了天松山，萧副将即刻率兵前去围山，剩余的跟我剿灭土匪窝，救回小公子。是。